今天我签下了离婚协议书，终结了几年荒唐的婚姻，原因俗套的让人想笑。婆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嫌我没能给他们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当那个女人抱着他们家的命根子登堂入室的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犹豫和可笑的情分也彻底消散了。我带着刚满2岁的暖暖，拿着分割到的还算公平的财产，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我用分到的钱买了一辆性能很好的房车。我不想再被束缚在任何地方，我想带着暖暖去看雪山，看大海，看草原，去看这个广阔的世界，让他在自由和爱里长大，而不是在嫌弃和冷漠中学会讨好。此刻，暖暖在房车后置的小床上睡得正香，我则在收拾随身携带的衣物。当指尖触碰到那个丝绒小盒子时，我的心微微一颤，里面是奶奶留给我的玉佩，温润通透，是老人家对我最深的牵挂。他说这玉能护我平安。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再对比这几年的委屈和今日的决绝，眼泪终究是没忍住，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一滴正好砸在玉佩光滑的表面上。奇异的事情发生了，玉佩瞬间消失不见了。我惊得差点叫出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道清晰的毫无感情的电子音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检测到特殊管理者权限波动，符合绑定条件，绑定成功，管理者身份确认。向晚，管理者向晚，欢迎使用末世堡垒房车系统，正在为您激活超级管理员权限。系统，末世堡垒，他知道我的名字，一连串的信息炸得我头晕眼花。经检测，地球环境异变，一种未知病毒将于30分钟后全面爆发，感染者将丧失理智，具有极强攻击性，可称之为丧尸。全球秩序将逐步崩坏，进入末世纪元。为了宿主的安全，您已与这辆房车绑定，只要宿主还活着，这辆车就能无限运行，拥有基础电磁屏障防御、无限的水电、限量的食物和基础药品和生活物资，还能检测周围生命信号和风险，以及升级本筒子所需的能量体。升级后防御更强，还会开放积分兑换其他物资。宿主现在有10个初始积分，而1个积分可以兑换1个月的无人驾驶权限。我强迫自己迅速消化这些信息，心脏狂跳不止。不管这是不是梦，系统的存在和他警告的末日都让我脊背发凉。窗外原本晴朗的天空似乎都暗沉了几分，紧接着刺耳刹车声、剧烈的车辆碰撞声，还有人们凄厉的惨叫声，猛地划破了午后的宁静。暖暖被吓醒了，放声大哭，我一个机灵，几乎是扑到窗边，唰地拉紧了所有的窗帘，隔绝了外面正在迅速演变成地狱的景象。我紧紧抱住暖暖，她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颤抖不止。我轻声哄着，自己的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四肢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末日真的来了。我听到我们房车砰的一声，但是房车并没有任何震动。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点开车载摄像头，画面里撞到我们的小轿车车头已经撞得稀烂，冒着黑烟，而我的房车果然如系统所说，完好无损，甚至连漆都没掉。必须立刻离开这里，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混乱的中心了。可是看着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暖暖，在感受着自己发软的双腿和混乱的心跳，我根本没办法冷静驾驶。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用掉了1个积分，兑换1个月无人驾驶权限。系统立刻规划最优安全路线，带我们离开了这里。车辆平稳而迅速的启动，灵活地驶离了混乱的街道，将那些碰撞、嘶吼和绝望都甩在了身后。我紧紧抱着暖暖，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恐惧、茫然，但隐隐的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车子还在不知疲倦地自己开着，窗外荒凉的景色匀速向后掠过。在这一片机械的平稳运行中，我狂跳了一整天的心，总算稍微平复了一些，怀里的暖暖也缓过来了，不再那么惊恐，在我怀里玩着自己的手指，这让我多少感到一点安慰。就在我几乎要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平静中时，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一把将我拉回现实。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方位左前方1点钟方向，距离约500米，杂货铺内，风险评估无风险。无风险，意思是丧尸还没蔓延到这里。我让房车停在杂货铺门口，暖暖很乖，虽然才2岁，
但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让他乖乖在车里等妈妈，他只是睁着大眼睛看着我，点了点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店里正播放着我逃出来的那个城市的新闻，主播的声音严肃而急促，老板看得入迷，对我进来只是懒懒地抬了抬眼。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东西，一颗暗红色的玻璃珠，被随意地扔在角落的桌子上，毫不起眼。我指着它问价格，老板盯着电视，瞥了一眼珠子，一脸不以为然。哎呀，那东西不知道我儿子从哪儿捡的，你要就拿去吧。我知道这对他只是垃圾，但对我却是系统认证的，能保命和升级房车的能量体。为了表示感谢，我在他这里买了不少零食和日用品。临走前，我还是没忍住，回头对他说，新闻里说的是真的，我就是从那边来的，他们很快就会到这里，早点做准备吧。不管他信不信，我尽了力。当我快步回到房车，关上车门的那一瞬间，透过车窗，我看到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冲去拉下了铁帘门，希望他们一家能躲过这一劫吧。把那个暗红色的珠子带回车里，系统立刻有了反应。获得能量体1个，积分加10，集齐10个能量体可升级房车1次，已锁定了下一个能量体的方向。车子再次启动，自动向着下一个目标驶去。而这一次，路上的气氛明显不同了。系统不断提示着某些路段的风险评估变为中甚至高，丧尸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紧绷的神经让人忘记了时间。直到下午，暖暖小声喊着饿，我才惊觉我们一天都没吃东西，先给他吃了点刚才买的零食垫垫肚子，然后让系统寻找一个能过夜的安全点。最终，房车停在了一个废弃的汽车站，我不敢下车，从冰箱里拿出之前买的菜，简单做了碗鸡蛋面。幸好系统的排烟功能极其强大，就算是厚重的油烟一排出车外就瞬间消散，无声无味，不会引来任何东西。看着暖暖乖乖的吃完面，我给她擦了脸。晚上哄暖暖睡觉，孩子到底是孩子，惊吓和疲惫过后，很快就睡着了。我躺在她身边，一天积累的恐惧、紧张和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几乎是在头沾到枕头的瞬间，意识就沉入了黑暗。清晨，在暖暖均匀的呼吸声中醒。简单刷牙洗脸后，我从冰箱取出速冻小笼包蒸上，又用豆浆机打了热豆浆。没一会暖暖也醒了，我帮她挤好牙膏，看着她站在小凳子上对着洗手池认真刷牙的模样，心里柔软了一瞬。我们面对面吃着早餐，暖暖把小笼包的汤汁吸得滋滋响，这大概是末日里最珍贵的日常了。房车在系统操控下继续沿着破败的公路前行，那些行尸走肉趴在废弃车辆边啃食着不明物体，路旁抛锚的车辆越来越多，但其中不少被粗暴地推到了两侧，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很快，我在斑驳的墙面上看到了答案，粗糙的红色箭头指向加油站，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安全区、食物、水，每个词都充满诱惑，却更像精心布置的诱饵。系统减速，我压低声音，目光锐利地扫视前方。加油站的轮廓逐渐清晰，几台生锈的加油机，一间门窗破损的便利店，屋顶上有人影晃动，外围用废弃汽车、铁丝网和木桩搭起了简易防御工事。入口路障处守着2个手持钢管和磨尖铁锹的男人。检测到32个生命信号，其中3个信号强度较高，疑似携带武器，未检测到大规模丧尸聚集，风险评估中。32个人，还有武装人员。我握紧方向盘，停在前面广告牌后面，保持200米距离。透过望远镜，我看到便利店门口2个特别壮硕的男人，他们手持砍刀和自制弩箭，面色红润，正对个佝偻着被哀求的男人不耐烦地挥手。这一幕让我心沉，即便在这种世道，阶级依然迅速形成。扫描能量体位置，目标锁定在哀求男子的伴侣身上。正当我发愁如何获取能量体时，那对男女被驱逐了出来，步履蹒跚地走进旁边，想到：系统跟踪能量体信号。我们保持距离尾随而至时，正撞见一只丧尸在撞击他们藏身的废弃房屋。撞它，沉闷的撞击声后，世界恢复了寂静。那对男女战战兢兢地走出来，我降下车窗和他们说我想用食物和水换他们的红色珠子。女人猛地抱紧背包，男人眼中的眼神：用你的房车换，要么用食物换，要么交易取消。我冷声道。男人立即服软，
我故意让他看清袋子里装满的罐头和矿泉水，把珠子扔进来，我把食物扔出去。交易完成刹那，我立马关上窗户。女人突然问：“你怎么知道这珠子？它有什么用？”与此同时，男人正悄悄绕向车后，巨响从车门传来，暖暖尖叫着扑进我怀里。不怕不怕，妈妈在。我轻拍她的背安抚。听见车外男人不可置信的惊呼：“怎么可能？”系统出发，房车平稳驶离，将阴谋与背叛甩在身后。我抱着暖暖，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成了奢侈品。今天我把车停在了一个系统标注为相对安全的地方。说是安全，其实不过是这片废弃工厂暂时没有检测到大规模生命体信号和及时的物理威胁罢了。末日来得太突然了，像一场毫无预兆的高烧，瞬间击垮了整个世界。暖暖才2岁，她不懂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待在这个会移动的铁盒子里。我抱着暖暖，很认真地对她说：“暖暖，我们待在车上会很安全，非常安全，不用害怕外面的怪物和坏人。以后，如果我们要下车，也一定要紧紧跟着妈妈，知道吗？”她似懂非懂，眨巴着大眼睛，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一下点头，像颗小石头砸在我心上，又酸又软。她可能不明白末日是什么意思，但她读懂了我的紧张和严肃。我给她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用毛巾把她裹成一个小粽子。她咯咯地笑，身上的奶香味混着沐浴露的香气，是这绝望世界里唯一确定的甜美。接着，我也好好洗了个澡，热水冲刷着身体，仿佛也把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熨平了一些。最近真的太累了。把换下来的脏衣服塞进房车自带的洗衣机，准备做杯大人和孩子都能喝的柠檬水。心里刚升起一丝难得的属于正常生活的宁静，刺耳的警报声就响了起来。警告，检测到多个高速移动物体靠近，预计将产生严重噪音污染，建议启动防护措施。噪音污染？我正疑惑着，就听到引擎的轰鸣和刺耳的刹车声由远及近。我看到几辆车粗暴地围住了我们，是那对夫妻，他们果然贼心不死，还把加油站那帮人叫来了。就是这辆车，就一个女人带个奶娃娃，里面东西肯定多，但这车邪门得很，我上次拿石头砸了一下，连道划痕都没有。不就是房车吗？大家一起上，给我狠狠地砸。系统开启噪音屏蔽。噪音屏蔽功能，消耗10积分兑换永久使用权限，无需时可收起，需要时可随时开启。立刻开启，积分哪有命重要。几乎在指令下达的瞬间，世界突然安静了，就像有人按下了静音键。外面那些人的叫骂、武器挥舞的风声，甚至引擎的轰鸣都消失了，迅速把所有的车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彻底隔绝了外面的景象。眼不见心不烦，反正他们也进不来。这太邪门了，快走，别再来招惹他们了。王八蛋，居然敢利用我们！兄弟们，别砸了，走吧，这车真的邪门。恭喜宿主危机解除，高浓度能量体信号位于西北方向15公里处，该区域危险等级高，宿主是否前往获取？正因该区域危险等级高，宿主也可以放弃。还可以放弃？我愣住了。可以，放弃无惩罚。这破系统怎么不早说？之前逼得我那么紧，果断放弃。有这个铁乌龟一样的房车在，只要我不主动去作死，安稳活下去应该问题不大。可惜开心了没几分钟，系统那没得感情的声音再次响起。宿主，当前系统及房车防御等级为1级，升级后可解锁更多强大功能，生存保障将大幅提升。我叹了口气，我真的不想卷啊，在这末世里，能护着暖暖安稳度日就足够了。于是我再次选择了放弃那个诱人但危险的升级能量体。回头看看暖暖，她正开心地喝着柠檬水，小眉头微微皱着，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样子。这已经是我们躲在这座废弃工厂的第4天了，日子重复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系统的每日提示准时响起，当前周围环境扫描完毕，无危险。例行公事的吃完饭，牵着暖暖在房车周围散步。小家伙今天又被地上忙碌的蚂蚁队伍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蹲在那里看得入神。我抬头看了看天，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下来，空气也变得湿重，要下雨了。暖暖，我们该回去了。我轻轻拉了他一下，他乖巧地站起来，小手紧紧攥着我的手指，跟我回到了车上。
刚关上车门没多久，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的砸了下来，密集的像是要把车顶击穿，噪音有点大。我怕暖暖害怕，顺手开启了防噪模式，世界瞬间安静了许多，只剩下窗外模糊的被雨水扭曲的景色。我望着窗外如注的暴雨发呆，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像是一条条悲伤的河流。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打破了车厢内的宁静。检测到东远市出现40到50个能量体信号，信号区域风险等级中。提示：成功获取该批能量体，房车将满足升级条件，升级后防御力大幅提升，并解锁基础热武器模块。热武器这3个字像电流一样瞬间穿过我的身体。防御力提升固然重要，但热武器那意味着我们将有主动反击的能力。在这末世里，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带着暖暖活下去的希望。几乎没有犹豫，我立刻让系统启动车子，房车缓缓驶出废弃工厂，冲进了茫茫雨幕之中。一路上，偶尔能看到零星的幸存者，他们看到我们的车经过，会拼命地朝我们挥手，脸上带着祈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心肠，让系统继续开。从他们身边快速驶过，我救不了所有人，我身边还有一个暖暖。我们又路过了那家曾经停留过的杂货铺，卷帘门上多了几道深深的凹痕，显然有人试图破坏，但它依然顽强地关闭着。店铺门外，几个动作僵硬的丧尸在雨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对我们的经过毫无反应。按照系统的导航，我们驶入了一处曾经的高档别墅区，很不意外地引来了大量丧尸的注意。在离能量体最近的地方停下，我们屏住呼吸，甚至连暖暖都懂事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听到系统提示危险解除，我才松了口气。他们应该是对我这个铁盒子似乎完全不感兴趣了。晃悠了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雨幕和别墅区的深处。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仔细地观察着别墅区内部，看了很久，视线所及的庭院和小路上，似乎真的没有丧尸活动的迹象。我打算等雨停了再去找能量体，我不敢大意，先观察几天再说。雨终于停了，足足2天2夜的雨水冲刷，整个世界像是被泡发了一样，潮湿、阴冷，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腐烂气息。根据系统的提示，能量体就在前面那栋死气沉沉的别墅书房里。暖暖乖，待在车里，千万不要出声，等妈妈回来。我鼓足勇气，推开车门，用最快的速度冲向那栋别墅。湿漉漉的空气裹挟着身体，每一步都感觉异常沉重。别墅内部比想象中更破败，按照系统的指引，我轻易地找到了书房。房间不大，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和几个歪斜的文件柜。目光立刻锁定了角落那个金属储物柜，柜门微微变形。我小心地靠近，柜子里只有满满一盒红色的玻璃珠，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凝固的血滴，散发着微弱的光泽。我伸出手，指尖刚触碰到那冰凉的表面，没一会，玻璃珠都消失了。紧接着，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能量体回收成功，房车升级程序启动，积分增加。得到了，我心中一喜，立刻就想转身冲回房车，回到暖暖身边。然而，就在这一刻，刺耳的警告声猛地炸响。警告：检测到生命信号靠近，移动速度快，姿态谨慎，非丧尸单位，风险评估低。非丧尸单位，我的心刚放松半分，又立刻被更深的警惕攫住。不是丧尸，不代表没有威胁。我没有犹豫，立刻从系统商城兑换了一把手枪，带来一安全感。还好，在生暖暖之前，我练过一段时间射击，基本的操作还记得。我紧握着枪，闪身躲到门后，心脏狂跳。透过门缝，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衣着还算整齐，正绕着我的房车仔细打量。幸好所有的隐私帘都严实拉着，她什么也看不到。很快，一个男人出现，和她低声交谈起来。两人不时东张西望，目光锐利地扫过别墅这边。他们大概以为房车主人下车搜寻物资，想趁机做点什么。冷汗浸湿了后背，真的要开枪吗？枪声会引来什么？我清楚得很。手指扣在扳机护圈上，微微颤抖。对峙的几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最终，那两人似乎放弃了搜寻，转身走进了隔壁的屋子。好机会，我所在的位置正好被房车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不再迟疑，
我猫着腰，用最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冲回房车，拉开门，闪身而入，迅速落锁。一个小小的身影立刻撞进我怀里，暖暖紧紧抱着我的腰，把脸埋在我身上。他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用颤抖的小手传达着他的恐惧与懂事。我紧紧回抱住他，感受着他小小的温暖，悬着的心才缓缓落回原地。这次是侥幸，在这个世界，光是躲避恐怕远远不够了。离开了那片死寂的别墅区，我们按照系统的指引，找到了一条安静的湖边小道。这里绿意尚未完全褪去，湖水泛着微光。系统扫描显示周围很安全，我决定在这过夜。傍晚，我煮了一锅胡萝卜玉米排骨汤，汤的香气弥漫在狭小的房车里，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暖暖吃得特别香，她最爱里面的玉米，啃得小脸上都是满足，看她喜欢。我心里盘算着，明天早餐就给她煮玉米吃。晚饭后，这小小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全部世界。陪暖暖玩捉迷藏，地方实在太小，她无非就是藏在桌子底下，或者用毯子把自己蒙起来。但我每次都假装看不到，故意在别处找上好一会儿，听着她躲在里面发出细细碎碎、忍不住的笑声。当我终于找到她时，她咯咯大笑，扑进我怀。那瞬间的快乐，足以驱散末日的所有阴霾。入夜了，暖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异常兴奋，躺在小床上，叽里咕噜含糊不清地和我聊天。忽然想起今天天气很好，夜空应该很清澈。我起身打开了头顶的天窗，果然繁星如碎钻般洒满了墨蓝色的天鹅绒。暖暖惊喜地挖了出来，小手指着天空，眼睛亮晶晶的。我趁机教她数星星，1颗2颗，数着数着，她的声音渐渐变小，带着奶香的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终于在星空的怀抱里睡着了。我刚准备睡觉，耳畔就响起了系统轻微的提示音，检测到生命信号靠近，风险评估低。心微微一紧，打开监控显示屏，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陌生的货车。我观察了很久，也不见车上有人下来。不愿节外生枝，我启动了降噪模式，准备睡觉了。清晨醒来，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窗缝隙洒进来。我看了眼监控，那辆车果然还在，它静静地停在湖边，像一头蛰伏的野兽，无声无息。经过一夜，它似乎已经成了湖边风景的一部分。我收回目光，不再过多理会，开始准备早餐。小小的车内空间很快充满了玉米的香气。新的一天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开始了。暖暖昨晚睡得晚，现在还在赖床，小脸埋在枕头里，睡得正香。这里风景不错，系统检测很安全，而且那辆车里的人目前并没有什么威胁，也许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吃完早餐，正准备拿起手边的书翻几页，目光不经意地往车外一瞥，正好看到一个女人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我的心微微一紧，但还是镇定地到驾驶室把窗户开了一条小缝。她对我笑了笑，笑容里带着试探和一丝友善。看你这车干净的，肯定不是那些东西在车里。昨晚我们敲过门，你没应，刚才看到车里有人影，就过来打个招呼。通过简短的交谈，得知车上除了她还有她老公。她丈夫是开大货车的，那天他们刚好要运送货物出城，车刚出厂没多久，就撞上了街上的暴乱。两人躲在坚固的驾驶室里，才侥幸逃过一劫。他说，这一路走来，除了丧尸，几乎没再见过活人。看到我，他很开心。他告诉我，他们打算去当初要拉货的那个工厂看看。他向我发出邀请，问愿不愿意一起去。我拒绝了他，在这种时候，与人同行意味着风险和负担。他没再多说，只是转身走开。但就在他转身的刹那，我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几乎凝成实质的恶毒，那点因为陌生人的恶意而泛起的寒意，瞬间被小家伙的依赖驱散了不少。看着暖暖乖乖吃完我准备的早餐，玉米粒沾了一点在嘴角，可爱的像只小仓鼠。原本还想多休整几天，毕竟这里风景不错，但那个女人和她的眼神，彻底把我那点想暂时停留的念头搞没了。所以我决定一会离开这里。我坐上驾驶座，意念一动，实际上是系统启动了引擎。透过后视镜，我看到那辆货车果然很快跟了上来，像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果然，他们没安好心，是看上了我们的房车，还是物资，或者更糟。我心里冷笑，跟就跟吧，这一路，除了路上那些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也就你们这点威胁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跟到几时。车子开出去不到半小时，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特有的提示音。检测到右前方15公里处存在一个临时安全营地，扫描到10个能量体信号，环境危险程度中级。能量体，我好奇的在心里发问。系统，我们现在这辆房车防御力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收集能量体升级？我觉得目前挺安全的呀。宿主，根据监测数据模型显示，全球丧尸病毒将在近期发生2次变异，个体攻击性、速度及感知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部分幸存者已开始觉醒自然系、强化系等异能。当前房车防御等级不足以应对未来威胁，升级后，系统商城将解锁更多高威力武器、防护装备及生存辅助设备。这番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湖心，丧尸还要变强，还有人觉醒异能。这个世界还有像我一样拥有系统的人吗？我忍不住又问。目前全域扫描，未检测到其他同源或类似系统信号，这让我稍微松了口气。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冒了出来，那是那些自然觉醒的异能厉害，还是咱们系统厉害？系统的回应带着一种近乎傲慢的绝对的自信。只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体，一切形式的异能都无法对宿主、本系统以及系统出品的所有物品造成有效伤害。能量即是一切，能量即是一切。这句话彻底让我心动了。看了一眼后视镜里依旧紧追不舍的货车，又看了看旁边乖乖的暖暖，对系统下达指令，我们去安全营地。车子不知道行驶了多久，我们到了城市边缘的交界处，用沙包、废弃车辆和铁丝网粗糙地垒出了一个关卡，旁边立着个歪歪扭扭的牌子，红漆写着安全区。10几个穿着混杂制服、手持步枪的人驻扎在那里，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辆接近的车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精干的男人端着枪走上前，示意我停下。他敲了敲车窗，视线锐利地先扫过车内，尤其在副驾驶座上的暖暖身上停顿了一瞬，然后才落回我脸上。就你们2个人？他的声音带着公事公办的沙哑。我压下心里那点不适，平静地回答：对。他没什么表情，回头对着关卡后面挥了挥手，喊了一声放行。铁丝网和路障被挪开一道口子，我轻踩电门，房车平稳地驶入。透过后视镜，我看到那辆一直尾随我们的货车也被拦了下来。开进所谓的安全区，才真正看到城市的样貌。残破的建筑，空旷的街道，偶尔能看到匆忙闪过的幸存者身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杂着硝烟和灰尘的沉闷气息。系统导航的终点是城市中心的一个大型体育馆，停车场里已经停了不少各式各样的车辆，从豪华越野到破烂小皮卡，像一个小小的末世车辆博览会。体育馆巨大的入口处果然设置了2个醒目的白色医用帐篷，旁边还有持枪人员守卫。幸存们排着不算整齐但颇有秩序的队伍，等待进入帐篷检查。我刚停好车，熄了火，一个穿着有些脏污志愿者马甲的男人就走了过来。他咳嗽了2声，清了清嗓子，隔着车窗对我喊道：我来提醒你一下，到安全区内的人都要做检查的，一个都不能漏。我应了一声，他点点头，也没多话，转身就去提醒下一辆刚到的车。我没有立刻下车，坐在车里，透过车窗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会。系统提示目前没有危险之后，我才决定下车。我深吸一口气，摸了摸暖暖的头发。暖暖，我们到了个新地方，等下要去做个检查，别怕，妈妈会陪着你。暖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大眼睛里有些好奇，也有些紧张，抱着暖暖走向体育馆入口处的检查点排队。到我们了，帐篷里的医生就是做了一些常规检查。做完检查，我立刻带着暖暖回车上。就在回房车的路上，那对一直跟着我们的男女也准备去做检查。他们路过我的车时，那个男人还刻意放缓脚步，眼神不怀好意地往车里窥探。我没有理会他们，带着暖暖，我迅速回到了车上。关上车门那一刻，我才稍微放松下来。暖暖回到房车，专注地玩着他的迷你抓娃娃机。他玩得入神，我这才有空透过车窗细细打量这个所谓的营地。营地里形形色色的车辆围成一个临时的圆圈，很多人和我一样以车为家，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慨油然而生。大家都在末日的夹缝里寻找着一丝喘息的机会。
我的思绪又飘回到那对男女身上，他们的眼神，那种审视猎物般的打量，为什么偏偏盯上我们？是看我们带着孩子显得软弱，还是先不管他们了，只要暖暖在车里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给暖暖准备了些零食，我一会要下车寻找能量体，不打算带她下车。房车没有我的指令，没有任何人能打开车门和窗户，暖暖自己在车里，我很放心。跟着系统提示，走了大概10分钟，看到一个破旧的仓库，铁门生锈了，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很容易就把门打开了。仓库里比我想象的要空旷得多，高高的货架上落满灰尘，大部分都是空的。阳光从破损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划出一道道光斑。我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木盒子，红色的能量体静静躺在里面。像之前一样，我伸手触摸，指尖刚碰到它，能量体就化作一道流光，被系统吸收了。能量吸收完成，房车等级提升至了 V7， 积分加10。房车等级提升至了 V7， 积分加10。防御系统已满级，商城防护类物品部分解锁，其余武器未解锁，请继续收集能量体以解锁更多功能。上次一口气吸收了50个能量体，实物解锁了不少。武器给了一把最基础的手枪，这次只升了1级，其他的武器没解锁。系统，这些能量体到底是从哪来的？我忍不住问。能量体随机刷新，刷新后系统会自动感应并标记位置。听着系统的回答，我有些无奈，得赶紧回去了。暖暖还一个人在车里。回到房车时，看见暖暖蜷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抱起她，她动了动，但没有醒。趁暖暖睡觉，我下了车，在四处寻找那对男女。我得知道他们想干嘛，不能这么被动。绕了大半圈，终于在一个树荫下看到了他们那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他们正凑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我屏住呼吸，借着车辆的掩护，悄悄靠近，躲在一辆高大的 SUV 后面，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那天晚上看得清清楚楚，撬了半天，他那车连个报警都没响，索性硬是没弄开。车是好车，搞到手肯定值钱，但那女的看着不好对付。我的心猛地一沉，原来他们早就动过手，只不过那天我开启了防噪模式，什么都没听到。他车上那个小女孩，只要我们把那小丫头弄过来，不怕她不就范，到时候车和东西不都是我们的？我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信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手段，这就够了。然后我弓着身，沿着来路，悄无声息地退了回去。营地的日子有种诡异的平静，时常让我恍惚，仿佛回到了灾难从未发生的时。营地人多，那对男女不敢明目张胆，我虽然警惕，但这份安宁也让我稍稍松懈。然而今晚的枪声彻底撕碎了这虚假的平静。刚躺床上给暖暖讲睡前故事，密集而混乱的枪声就猛地炸开，划破了夜晚的宁静。人们尖叫着，开车疯狂逃窜，车灯在黑暗中落放，然后是一声接一声的碰撞巨响。他们不是在逃生，而是在互相葬送。来不及逃的，很快就被淹没，成为了嘶吼着的一员。我抱着暖暖，立刻启动了降噪模式，世界瞬间被隔在了一层透明的墙壁之外。透过监控，我看到人间地狱，有人试图砸破我们的车窗闯进来。好在房车足够坚固。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丧尸变异个体，常规武器无法一击毙命，检测所有门窗都已锁好，建议宿主不要下房车，危险，危险。丧尸在进化，那人类呢？有没有觉醒异能的幸运儿？系统扫描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命令系统开车离开这个炼狱。房车在混乱中缓缓启动，驶离营地。监控画面里，我看到了那对阴魂不散的男女，他们想跟上我们，但他们的车很快就被潮水般的丧尸围住。我心里闪过一丝快意，却又立刻被后面的景象揪住。另一辆越野车跟了上来，系统将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那辆越野车也停了下来。当车上的人走下，借着微弱的光，我看清了他们的脸，竟然还是那对男女。他们是怎么跟上来的？这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让我积累了数日的厌烦和愤怒瞬间达到了顶点。我受够了，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猛地打开窗户，对着他们扣动了扳机。2声枪响在死寂的夜里格外刺耳，他们应声倒地。男人难以置信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他大概永远想不到我会如此干脆地动手。巨大的枪声吓到了暖暖，他猛地一抖，放声大哭。我立刻关好车窗，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他才2岁，就要面对妈妈开枪杀人，面对这个枪声和死亡如同家常便饭的世界。我丢开枪，手忙脚乱地哄着他，心里满是苦涩，但是我不后悔开枪。没一会，我听到有人拍打车的声音，我不想理会外面，开启了降噪模式。好不容易等暖暖睡着，我拿起平板，调出监控录像回放。接下来看到的，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几乎凝固。那对男女，他们变成了丧尸，没有被咬，竟然也变异了，而且他们看起来不对劲，动作似乎比别的丧尸更执拗。画面最后，男人竟然爬上了我的车顶，而女人就堵在房门口。我问系统有什么办法解决这2个麻烦。宿主，高级武器尚未解锁，现有武器无法一击致命，连续开几枪可以解决，但是开窗风险太大，他们很可能趁机闯入。目前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留在车里，什么都不做。可是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游荡，去伤害更多的幸存者。我们至少把他们引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他们的执念深得可怕，一路跟着我们的房车，直到停在湖边。他们依旧在我的车外徘徊，像2个永不疲倦的幽灵。我让系统严密监控他们，脑子里反复盘旋着同一个问题：该怎么彻底解决他们？清晨被空调的轻微运转声唤醒时，我第一反应是侧头看暖暖。她蜷成小小一团，呼吸均匀，睫毛在晨光里投下柔和的影子。多希望每天都能给她这样的安宁。轻轻掀开被子起身，我习惯性的想拉开隐私帘，让阳光洒进来。手停在半空，想起来了，外面还有客人。透过缝隙，那2只还在。他们不像其他丧尸那样无意识地撞击车身，反而会守着我的门和窗户，围着我的房车走。这异常的智慧让我心底发沉。转身时，暖暖已经坐起来了，揉着眼睛软软地喊妈妈。我把她抱进怀里，问睡得好吗？她点点头，小脸埋在我颈窝。我简单的煮了点皮蛋瘦肉粥，肉丝鲜嫩，皮蛋 Q 弹，暖暖吃得很香，举着勺子说妈妈吃。吃完早餐，暖暖在沙发上玩着她的旧玩具。末日来临太突然，我原本计划边旅行边给她添置玩具，现在车上只有3本绘本和1-2个小玩具，连系统商城里都兑换不到儿童玩具。不过在末日，这些确实不是生存必需品。系统，扫描附近商场，优先玩具区，评估安全等级。扫描完成，附近3处商场均已沦陷，危险等级较高，建议前往800公里外新源商场安全等级中，玩具区基本完好。我的心猛地一跳，玩具基本完好。想象暖暖拿到新玩具时亮晶晶的眼睛，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想到外面那2只怪物，希望又沉了下去。宿主，检测到有携带异能的生命信号，正在朝我们这边快速靠近。那2只一直纠缠我们的丧尸，像是嗅到了更诱人的猎物，立刻调整方向，朝着信号来的方向冲了过去。我小心翼翼拉开一点窗帘缝隙，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辆车停了下来，面对冲过去的丧尸，车上跳下来一个男人。他没有任何掏枪的动作，就那么一抬手，一支手枪就凭空出现在他手里。他打了好几枪才终于爆头，解决了那2只东西。这就是异能者吗？那个男人径直走到我的房车前，敲了敲门。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开窗下车太危险了。情急之下，我想起了系统商城里那个便宜的麦克风组件，我立刻用积分兑换了，让系统安装，这样我不用暴露自己也能和外界沟通了。有什么事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客气。门外的男人似乎愣了一下，他随即笑了笑，他说他没有恶意。他说他们有一个营地，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营地。扫描完成，目标所在营地为异能者聚集地，安全等级高，当前目标个体无恶意指数 92%。无恶意，安全等级高，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不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悄悄吐出了一口气。谢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麻烦，但是我们暂时没有去营地的打算。我通过麦克风拒绝了他。男人脸上闪过明显的错愕，大概很少有人会拒绝一个安全营地的邀请。他沉默了几秒，没有强求，只是最后告诉了我他们营地的具体方位，说如果改变主意，
随时欢迎。然后他们便离开了。看着他们的车消失在尘土中，我立刻在心里询问系统：系统，我和暖暖会有异能吗？系统的回答很明确：宿主与暖暖不会觉醒此位面异能，本系统即为你们的专属能力。系统满级后，可开启转移功能。若宿主发生意外，系统将自动绑定至暖暖。这个回答让我心里踏实了很多。我们不会有炫酷的异能，但系统转移功能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无论如何，暖暖的未来多了一层保障。威胁解除了，下一个目标是新源商场。系统启动了房车，我们便出发了。一路上，车载系统的提示音不绝于耳，检测到普通生命信号，检测到异能生命信号，这样的声音越来越频繁了。看来觉醒异能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到了下午，我的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暖暖似乎也有点蔫蔫的。我让系统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下，我做了暖暖爱吃的可乐鸡翅，简单的炒了个蔬菜。今天的晚餐时光像一场小小的战役。看着暖暖熟练的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胡萝卜丁和青菜叶全部拨到一边，这个小家伙吃饭挑食的毛病是越来越明显了。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抵达了新源商场。系统提示：目标地点安全等级高。听到这个，我稍微松了口气，但心里那根弦依然紧绷着。透过车窗观察了很久，商场外围静悄悄的，看不到丧尸，也看不到活人。我最终还是不敢带暖暖下车，外面情况不明，车里至少有系统的防护。我背上那个准备好的超大登山包，独自一人走进了商场。果然不出所料，商场里面但凡是卖食物的店铺都被搬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狼藉的货架和散落的包装袋，反倒是服装店、玩具店、文具店虽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但东西还剩下很多。我首先冲进了玩具店，把那些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的玩具塞进我的大包里，洋娃娃、积木、小汽车。接着去了文具店，笔记本、彩笔、铅笔我也拿了一些，心里想着等暖暖再大一点，我就可以教她写字、画画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知识和对美的感知或许同样重要。回到车上，暖暖看到那么多新玩具，眼睛一下子亮了，高兴的直拍手，抱着一个娃娃就不肯撒手。晚上，暖暖正拿着今天从文具店带回来的彩笔和画画本胡乱涂鸦，我正准备收拾一下哄她睡觉，突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能量体，距离3公里，安全等级中。能量体，我心里一阵激动，终于刷新了系统升级和强化的机会就在眼前。我立刻下令，系统立即前往能量体刷新点。车子平稳启动，没过多久就停在了一家看起来颇为豪华的酒店停车场。车刚停稳，几个身影就摇摇晃晃的从阴影里扑了过来。系统检测目标是普通丧尸还是变异丧尸？目标为普通丧尸，威胁等级低。听到是普通丧尸，我心里立刻有了盘算，先不急，得把暖暖安顿好。我轻声细语的哄着玩累了的小家伙，他很快就睡着了。看着他恬静的睡颜，我深吸一口气，从物资商城兑换了一把复合弓和一桶剑。那几只普通丧尸离开了我的车附近，晃晃悠悠的在外面游荡。我悄悄下车，屏住呼吸，搭箭、拉弓，箭矢精准的没入了一只丧尸的眼窝，他应声倒地。重复这个过程，另外几只也被我逐一解决。还好，都是普通丧尸，行动迟缓，解决起来不算太难。确认周围暂时安全后，我冲进了酒店大堂。大堂里一片狼藉，但系统指引的光标非常清晰。能量体就在那个已经枯萎的大花坛里。我快步走过去，时刻能量体化作流光被系统吸收。紧接着，熟悉的提示音接连响起：武器系统升级，可一枪击毙变异丧尸。太好了，我心里一阵狂喜，武器升级了，对付变异丧尸终于有了更有效的手段。正当我因为这意外的收获而稍微放松，准备起身返回时，一股恶风突然从侧面袭来，我下意识地猛地向后一退，一个丑陋的身影几乎是擦着我的鼻尖扑了过去。我正打算举起复合弓，系统提示是变异丧尸，根本来不及多想，我几乎是凭着本能从系统空间取出了刚刚升级的手枪，对着他狰狞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一声巨响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变异丧尸应声倒地，头颅被轰掉了一半。升级后的武器威力果然惊人，但还没来得及庆幸，
我就听到了大楼深处传来了更多、更杂乱的嘶吼和脚步声，枪声把他们都引来了。我心头一紧，转身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房车。我一头钻回车里，几乎是吼着下令：系统关闭车门，启动降噪模式。我瘫坐在房车过道，大口喘着气，心脏咚咚咚的狂跳，几乎要撞出胸腔。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神，去浴室匆匆冲了个澡。洗完澡，我却依然感觉一阵阵后怕。好险，真的好险！如果刚才我的反应慢上半秒，没有及时躲开或者拿错误，现在恐怕已经和外面那些行尸走肉一样了。后半夜我几乎没合眼，一闭上眼，就是那只变异丧尸扑过来的狰狞面孔，还有枪声后潮水般涌来的嘶吼。我不停地回想那个瞬间，万一我当时反应慢了一点，万一我没躲开，万一我真的出了意外，就算系统更换绑定对象到暖暖，可是他才2岁啊，就算有系统辅助，一个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我不敢再想下去。那个念头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我的心脏。我几乎是筋疲力尽地对系统下令，启动房车，离开这里，寻找安全区域。房车缓缓启动，有些晃晃悠悠地驶离了那个噩梦般的酒店停车场。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放松终于一起涌了上来。在这轻微的摇晃中，我竟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车厢里静悄悄的，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习惯性地先看向车窗外。窗外不是预想中的荒野或废弃公路，而是一片高大森严的铁丝网围墙。围墙后是几栋灰扑扑的方方正正的楼房，这格局分明是一座监狱。心里先是咯噔一下，随即又释然了。系统选择的休息点必然是评估过安全等级的。洗漱的时候听到暖暖叫我把她抱到小小的卫生间洗漱台前，她乖乖地踩在小凳子上自己刷牙。刷完牙，小家伙就奶声奶气地提要求，早餐想吃猪猪包。很快蒸好了热气腾腾的小猪包，他吃得津津有味，2个下肚，心满意足。吃完早餐，我看着窗外空旷的场地，心里有些犹豫，不能让暖暖总待在车里，他需要活动空间。我再次询问系统，外面安全吗？我想带暖暖下车活动。安全，无威胁检测。系统冰冷的提示音此刻让人无比安心。我牵着暖暖的小手走下房车，脚踩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小家伙开心坏了，像只出笼的小鸟，咯咯笑着撒欢奔跑。可惜这里除了硬化的地面和杂草，没什么游乐设施。新鲜劲儿一过，他大概是想起了昨天刚得到的那一大堆新玩具，没一会儿就扯着我的衣角吵着要回车上。回到车里，他果然一头扎进了玩具堆里，专心致志地玩了很久。到底是孩子，精力消耗得快，玩累了又腻了。他抱着绘本蹭到我怀里，要我给他讲故事。我搂着他，对系统下达指令，启动车辆，寻找下一个休息点。要求自然风光优美，安全等级最高优先。房车平稳的启动，悄无声息地驶离了那座监狱。窗外的风景开始流动，我翻开绘本，专心地给他讲起故事。暖暖的小脑袋靠在我怀里，听得入神，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指，含糊不清地指着书上的小动物，妈妈，这个小脑许，小老鼠。我看着他的手指，又看看窗外不断后退的荒凉又壮阔的世界。或许我可以带着暖暖开启我们的末日房车之旅。溪流的潺潺声和鸟鸣透过隔音良好的车壁，暖暖指着外面喊着妈妈，水水，花花。这里确实像个小天堂，一条清澈的溪流蜿蜒而过，两岸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空气里都是青草和泥土的甜香。系统反复扫描，确认了绝对安全，我才敢把车停在这里。车一停下，暖暖就吵着要下车，小手已经搭在车窗上，眼睛亮晶晶地望着窗外那片绿。我取出花露水，他立刻扬起小脸，闭上眼睛，认真配合着。双脚刚沾地，他就挣脱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跑了起来。路边的野菊开得正好，他采了一朵递给我，小手攥得紧紧的，花瓣都有些蔫了。他看我开心地收下礼物，然后到最近的小水洼，蹲在水边，小手轻轻拍打水面，看涟漪一圈圈荡开。最让他开心的还是那片草坡，他张开双臂像只小燕子，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跑，好几步就回头确认我还在，看见我跟上，又欢快地继续往前。今天跑了一身汗，给暖暖洗了澡，不用讲睡前故事就睡着了。今天玩累了，看着他熟睡的侧脸，
我想能一直在这生活就好了。我们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日子过得都快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期间也有能量体刷新，我收集完能量体就又回到了这个山谷里。这里已经是我们家了。今天像往常一样，准备带暖暖下车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跺着小脚，指着门咿咿呀呀的。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尖锐地响起，警告，有生命信号靠近，数量7，识别，内含3位异能者。我的心猛地一沉，立刻抱紧了想往门口冲的暖暖，轻声安抚暖暖乖，我们先等一等。我迅速拉上了所有的隐私帘，暖暖乖乖坐在沙发玩起了玩具。我看着系统显示的监控画面，没过多久，一群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年轻人看到我们的房车，眼睛一亮，兴奋地对着同伴指指点点。紧接着，那个领头的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过来，敲响了车门。咚咚咚，声音不重，却敲在我的心上。我没有开门，看着监控，通过车外的麦克风问道：“有事吗？”我的声音传出后，我明显感觉到外面的气氛更热切了，语气带着刻意的恳求：“这位朋友，我们的队伍里有老人和孩子，外面天气太热了，实在走不动了。您看，能不能行行好，让老人和孩子上车歇歇脚，做个好事，积德了。”做好事，怕是引狼入室。系统提示恶意指数中等偏高，只怕我们一下车就再也回不来了。不行，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带着冰冷的拒绝，没有一丝转圜的余地。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女生诧异的低呼：“怎么会？”几乎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探测类异能波动，目标房车内部已拦截。我明白了，那个女人也是个异能者，她的能力像雷达，想窥探我们车里的虚实。幸好我的系统等级更高，她失败了。这声怎么会？大概是惊讶于我的房车竟能屏蔽她的探测吧。这一下，外面的人没再试图和我对话，他们窃窃私语了一阵，最终在离我们房车不远不近的西边空地上开始搭起了帐篷。看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落脚了。这山谷不是我的，我无权驱逐他们。只是今天注定不能带暖暖下车去西边玩水了。他委屈地扁着嘴，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我只好拿出他最喜欢的绘本，一遍遍地哄着。我让系统开始扫描，寻找类似这个山谷一样安全隐蔽的地点。报告显示，这样的地方太少了，每一个都是宝贵的避难所。我抱着暖暖，透过单向车窗的缝隙，看着那群人忙碌的身影，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再观察他们几天。如果他们只是短暂休整，然后离开，那我们就继续留在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桃园。如果他们不走了，那为了暖暖的绝对安全，我们只能离开，去寻找下一个安身之所。下午给暖暖做了白灼虾和黄瓜炒鸡蛋，这小丫头越来越挑食了，光盯着虾仁，对盘子里的黄瓜视而不见。好说歹说都没用，小嘴巴撅得老高，最后我只能硬起心肠逼着她吃。看她吃了，我才安心的给她剥虾，看着她嚼着虾肉，脸上还挂着泪珠，却对我露出依赖的笑，心里真是又软又涩。吃饭时无意间瞥向窗外，又看到那几个人在附近转悠，一边说话一边朝我们房车这边指指点点，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像阴冷的藤蔓悄悄缠上心头，很不舒服。晚上陪暖暖看动画片，今天一天没下车，她精力旺盛得很，看了好久都没有困意。最后还是我强制关掉了电视，小家伙自然不乐意，小脾气又上来了，连哄带抱的给他洗了澡，温热的水冲走了一天的疲惫和些许不快，他也终于安静下来，乖乖上床睡了。第二天是被系统刺耳的提示音吵醒的，检测到能量体所在区域危险等级低，宿主是否前往？暖暖在我旁边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我下达命令，启动房车，然后自己又睡了个回笼觉。车子在荒芜的公路上自动行驶，等我起床后，发现车子停在一个园区附近。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坐在驾驶座上假装开车，刚靠近门口就被异能者守卫拦了下来。进去可以，一人10箱泡面，10箱火腿肠。一个面容冷硬的异能者说道。我心里一沉，系统每天确实会供应食物，我们吃不完也囤了一些，但10箱实在拿不出来。我试探着问，纯净水可以吗？我没有那么多食物。这话一出，
几个异能者明显愣住了，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写满了震惊，但很快又强压下去，估计是把我当成了拥有水系异能的人。其中一个守卫快步跑了进去，没多久，跟着一个气质沉稳、眼神锐利的男人走了出来。男人打量了一下我和房车，说道：“我是这个营地的负责人，张明远，欢迎你进来。”系统提示未检测到恶意，我稍稍安心，和他打了声招呼，把房车开了进去，停在了指定的空地上，安顿好好奇张望的暖暖。我下了车，和张明远聊了起来。原来这里叫曙光营地，不仅有异能者负责保卫，还有很多普通人在里面生活。他们开辟了土地种植蔬菜，甚至养了猪牛羊，努力维持着末日前的秩序。我们这里看着还行，但最近遇到了大麻烦，附近的水源不知怎么被污染了，现在全靠以前仓库里囤的瓶装水撑着，地里的菜没了干净水灌溉。看着他眉宇间的忧色和周围人脸上隐约的疲惫，我能感觉到他是个真心为营地着想的人。张先生，我可以为营地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我来这是想找一样东西，这东西对你们没有任何损失，只是对我很重要。张明远眼睛一亮，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只要能解决水的问题，任何要求都好说。我让系统开放权限，几位异能者笑着将手搭在储水口，清澈的水流便源源不断地被他们吸收。尤其听到其中一位姑娘感慨：“终于不用到处找干净的水源了。”我让他们自己接着水，带着暖暖下了车。小家伙兴奋地东张西望，我们在营地里随意逛着，但是我没忘记寻找能量体。没一会我就找到5个能量体，加上之前的5个，刚好可以升级。这次升级，系统解锁了防护服，这意味着以后即使去危险等级高的地方搜寻物资和能量体，安全也有了极大的保障。看着系统商城里的防护服，心里踏实了许多。要不是身边偶尔能看到异能者们使用能力，恍惚间，我几乎觉得这里和末日来临前没什么两样。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不再是麻木和恐惧，而是洋溢着一种久违的、平静的幸福笑容。正看着这温馨的景象出神，一位女人推着婴儿车向我们走了过来。她自我介绍叫张明月，是张明远营长的妹妹。她很热情，邀请我和暖暖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其实就是营地的一间宿舍，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她把小婴儿轻轻放进婴儿床里。暖暖看到这么小的宝宝，好奇极了，伸出小手就想去摸妹妹的脸蛋。我赶紧轻轻阻止了她。小家伙倒也听话，收回手就趴在床边，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乖乖看着，那模样可爱极了。张明月看着我，苦笑着告诉我，这宝宝叫小冉，是他哥哥的女儿，嫂子因为生他难产走了，这里的医疗条件又太差，他哥哥心里过不去那个坎，不愿见这孩子，所以他这个做姑姑的就带在了身边。听着这话，看着婴儿床上那小小的一团，心里酸酸的。明月留我们吃午饭，我没有拒绝。今天有外人在，暖暖这个小家伙好像胃口也变好了，比平时多吃了小半碗。看着他鼓着腮帮子努力吃饭的样子，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想让暖暖在这里，在有同伴、有笑容、有安全感的地方长大。饭后我们又聊了会儿天，暖暖开始吵着要回家，我只好带着她告别明月。没想到刚回到车上，暖暖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个她还没拆封的玩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妹妹妹妹。我愣了一下，随即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原来她一直记着小冉，想把自己的玩具送给妹妹。我笑着摸摸她的头，告诉她小冉还太小了，还不会玩这个玩具呢，等她长大一点我们再送给她，好不好？暖暖的小脸瞬间垮了下来，失望地把玩具抱在怀里，慢吞吞地放回了原处。那失落的小背影看得我心都软了。我灵机一动，又对她说，不过暖暖还有奶粉呀，小冉可以喝奶粉，我们送奶粉给妹妹好不好？果然小家伙一听，眼睛立刻又亮了起来，用力地点着头。系统每天提供的食物里都有1罐奶粉，我们积攒了一些，我拿上几罐，牵着重新开心起来的暖暖，再次去了明月家，把奶粉送给她，也算是感谢她热情的午餐。明月很感动，连连道谢。回房车的路上，正好遇见了张明远营长，他笑着朝我们走来，说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宿舍。我婉拒了他的好意，还是觉得住在自己的房车里更自在些。他看了看我怀里的暖暖，又热情地告诉我，营地里有个小型的游乐园，
可以带孩子去那里玩。我谢过他，抱着暖暖就找了过去。果然有几个孩子在滑滑梯、荡秋千。暖暖一看，开心坏了，从我怀里溜下去就加入了他们。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和小伙伴们跑着，笑着，那张红扑扑的小脸上是纯粹无比的快乐。就是这里了，我不想再带着暖暖流浪了，我想成为这个营地真正的一员。在营地里，日子还算平静，因为我能提供干净的水源，所以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出去干活或者站岗，也不需要营地分配食物，每天最多的就是和明月聊聊天，帮她带带小冉。暖暖可喜欢小冉妹妹了，总是咿咿呀呀的想去摸她的小手。看着两个孩子，心里总是软软的，只是一直没见过张明远营长来看小冉。明明感觉他是喜欢孩子的，但这终究是别人的家事。今天早上，系统突然提示有能量体刷新了，一看目的地是个废弃的采石场，标记着高危。我有防护服，倒是不怕那些污染和病毒，但那里肯定不安全。明月还要照顾小冉，我怎么好把暖暖独自留在营地？思来想去，还是把她带在身边最安心。车子开了整整2天才到，采石场一片荒凉，系统显示车子其实可以直接开到能量体旁边，但我远远就看到了那片黑压压的变异丧尸群，心里一阵发毛。我怕开门瞬间他们会冲进来，索性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下，穿上那身厚重的防护服，独自下了车，跟着系统指示的路线往前走，心里咚咚直跳。有丧尸发现了我，张牙舞爪的扑过来，我下意识的躲开。虽然知道他们伤不到穿着防护服的我，但那股腐烂的气味和狰狞的样子实在让人恶心反胃。终于在一个手推车上，我看到了那一堆散发着柔和光芒的能量体，我的眼睛瞬间就亮了。系统立刻扫描提示，发现能量体100颗，全部收集，房车可进行重大升级。100颗，我几乎不敢相信，来不及多想，我赶紧跑过去。这一跑像是捅了马蜂窝，更多的丧尸围了过来。我的手碰到能量体的一瞬间，所有光点都被吸收了进去。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能量体收集完毕，房车升级启动，新增水陆两栖模式，即便在海洋中也能够来去自如，同步开启全车自动消毒系统。太好了，这意味着我们以后更安全，活动范围也更大了。我开心得差点跳起来，但转身的那一刻，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我该怎么出去？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几乎被丧尸完全包围了，就算有枪，一个个打也得累死。我飞快地查看了武器库，火箭筒倒是能清场，可需要10万积分，我哪里拿得出？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没办法，只能硬挤出去了。那过程真是不堪回首，在那些腐烂的手臂和躯体中艰难地往前挪，好几次差点被绊倒。好不容易连滚带爬地冲出包围圈，还没喘口气，就被一个速度奇快的变异丧尸发现了。他嘶吼着冲过来，我几乎是本能的抬手，一枪爆了他的头。枪声在空旷的采石场格外刺耳。这下好了，更多的丧尸被声音吸引，朝我涌来。我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跑都困难。赶紧用意识命令系统把车开过来，快！房车轰鸣着冲到我跟前，手脚并用地爬到车头上，紧紧抓住行李架，嘶哑地喊：快走，开走！系统操控着房车迅速驶离了那片地狱，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车停了。我按照系统的提示，站在车外，接受了全身的消毒喷雾，然后脱下防护服，又是一阵细细的雾气喷洒，确保车底干净后，车门才缓缓打开。防护服被系统自动回收消毒，我第一件事就是看暖暖，她在安稳地睡着，大概梦到了什么好吃的，小嘴巴还咂巴了一下。这一刻，所有的恐惧和疲惫都化作了柔情。我立刻启动房车，设置好回营地的导航。回去吧，回到那个相对平静的营地。今天这场冒险总算是有惊无险，而且收获巨大。拖着疲惫但兴奋的暖暖回到营地时，天早已黑透。没想到营地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比白天还要热闹。正纳闷着，明月一眼看到我，快步迎了上来。他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告诉我原来是陈野他们小组今天出去搜寻物资，收获巨大，竟然开回来了好几辆房车、越野车和商务车。几乎同时，小梅那组人也带着大量热武器安全返回。双喜临门，张明远决定杀猪庆祝，难怪空气里都飘着诱人的肉香。明月接着说，
大家看到我住在房车里，都觉得在如今这个世道，这真是个明智又安全的选择。万一营地有什么不测，至少能立刻开着车走，有个移动的堡垒。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有了这些车，大家的安全感和机动性确实能提升不少。但高兴之余，一个现实的问题冒了出来。房车固然好，能源怎么解决呢？总不能一直不动吧？明月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解释道：别担心能源问题，夏小芝和我是电异能者，现在营地的大部分电力都由我们供应。营地现在重点保护的就是我们这些能源系的异能者，我们也算有点武力值，但是外出搜寻都靠有战斗力强的和防御能力的伙伴们。我不出门，一方面是要照顾小冉，另一方面也是需要稳定的为营地提供电量。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暗想，明月这不就是个移动的超级充电桩吗？差点没笑出声。正说着话，张明远端着一大盘香气四溢的烤肉走了过来，热情地招呼我们。他对我说道：电力暂时解决了，但水的话，以后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我点点头，这是自然，既然已经是营地的一份子，贡献自己的力量是理所应当的。又聊了一会儿，怀里的暖暖开始揉眼睛，小声哼唧着，显然是困了。我便告辞，带他回我们的房车，仔细给他洗了澡，哄他入睡。第二天一早，带着暖暖去找明月和小冉玩。走在营地里，发现空地上果然停了不少新车，很多人正忙着往车里搬运家当，看来大家都动了以车为家的念头。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到了明月家，发现他正抱着小冉和陈野一起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他们分到的那辆房车里。车是陈野开回来的，他们拥有优先使用权，理所当然。他们的东西不多，我顺手帮他们搬了一些。看着明月怀里乖巧的小冉，再想到未来可能遇到的危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明月：营地里有会改装车的人吗？我那里有一些防弹玻璃和加固车身的材料，可以把你们的房车再强化一下，这样更安心。没想到明月眼睛一亮，说道：我会啊。我愣住了，完全没想到看起来温柔文静的他竟然有这手艺。明月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末日前他的爱好就是研究改装车，只是现在缺乏专业工具，大概有些困难。我立刻说，工具和材料交给我来找。下午我们找了个借口，将2辆房车开出了营地。根据系统提示，我们来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提前让系统把需要的工具和材料都备好放在了那里。一到地方，明月和陈野就像换了个人，眼神里充满了专注和光彩。他们俩配合默契，果然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动作麻利又精准。我在旁边照看2个孩子。等到完工时，从外表看，这辆房车和之前似乎没什么两样，依旧低调，但那里的坚固程度，只有我们几个人心里清楚。这辆特别的家，在未来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一定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看着这辆凝聚了希望与汗水的房车，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下去，守护着想守护的。今天我陪暖暖搭积木，听到系统提示能量体刷新，位置不远，但奇怪的是，那个代表能量体的光点正在缓慢移动。我正琢磨着要不要带暖暖出去偶遇一下，光点的移动轨迹却径直朝着我们营地来了。正当我疑惑之际，身边外传来了明月清脆的招呼声。他笑着说是为了感谢我之前提供给他们的改装材料。他和陈野邀请我和暖暖去他们的新家做客，他们的新家就是那辆刚改装好的房车。我欣然答应，能量体的事瞬间被抛到了脑后。出门前，我顺手从储物柜里拿了2罐奶粉带上。在明月和陈野布置的温馨舒适的房车里，我们一边吃着简单的午餐，一边闲聊。饭后，陈野忽然拿出一个不起眼的袋子递给我，这个你应该用得上。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3颗能量体。陈野看着我惊讶的表情，解释道：其实你刚来营地那天，我就看到你在草丛里找东西，后来我看到你碰了这珠子，珠子就消失不见了。上午我出去找物资，碰巧发现了这些，和你找的珠子很像，想着你可能需要，就带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系统提示里那个移动的能量体是被陈野揣在口袋里带回来的，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连忙郑重的道谢。看着坐在一旁的明月，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安稳的笑容。再看看陈野看他时，眼里藏不住的温柔。我是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在这末日里能拥有彼此是多么珍贵的事情。吃完饭，
我带着暖暖到营地中心那个由旧设施改造的小游乐场玩。暖暖在滑梯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时，营长张明远走了过来，他先是真诚地感谢我之前给他女儿小冉的奶粉。原来他一直非常关注小冉，只是每次见到女儿，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逝去的妻子，那份深沉的父爱里总带着一丝难以化开的悲伤。我安慰了他几句，他点点头，沉默片刻后说：听陈野提起，你在找一种红色的玻璃珠，我以后外出找物资会帮你留意的。我再次道谢，营地里的这种互助总是格外让人动容。我忽然想起明月他们改装房车的事，便顺口问他：明月他们选了房车安家，营长你呢？当初选了什么车？他笑了笑，带着点洒脱：我就一个人，一辆越野车够了，机动性强，来去也方便。我又问他：那小冉呢？他愣住了，没接我的话。他是个好营长，事事都以营地和大家为先，却不是个好父亲。我不想再跟他聊天了，趁着天色还早，我抱起暖暖，去了营地的小菜园。暖暖蹲在菜畦边，好奇地盯着一片叶子上一只慢慢爬行的红色小甲虫，看得入了神。我告诉他：暖暖看，这是七星瓢虫，是益虫哦。他抬起头，大眼睛亮晶晶的，用小奶音很认真地说：妈妈，书上有。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我们经常看的绘本上见过。我摸摸他的头，心里突然被一种柔软而坚韧的情绪填满。是啊，书上有，这里也有，这里有瓢虫，有菜园，有互相帮助的伙伴，有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情谊和新的生活。这里真好，即使是在这样的末日里，每个人，包括我的小暖暖，也都在努力的、认真的生活着，并且努力的寻找和记住生活中的那些美好。今天的阳光和昨天一样好，暖暖在房车里的爬行垫上摆弄着她的小布偶。营地里的平静的生活让我格外珍惜。我正想着中午给她做点什么好，一阵急促的引擎声和刹车声打破了宁静。是陈野他们的车，几乎是横冲直撞的开了回来。他们跳下车，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慌张。快，大家快收拾东西，有一伙异能者专门掠夺营地，全是异能者，人比我们多得多，硬拼只有死路一条。陈野的声音又急又高，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营地瞬间炸开了锅，没有人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末日里，对危险的直觉比什么都准，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收起晾晒的衣物，整理物资。有几个有储物空间的异能者效率极高，跑到菜地边手一挥，那些我们精心照料的小白菜、萝卜就消失了。又跑到临时围栏旁，再一挥手，几只鸡和那2只羊也不见了踪影，直接被收进了他们的空间里。慌乱中，明月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车边，什么都没说，直接塞给我一个对讲机，拿着，他眼神里满是急切。没等我回应，立刻转身跑向了自己的房车。引擎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大家已经开始撤离了。我抱起暖暖，幸好在安全座椅上，立刻对脑海中的系统下达指令，跟上车队。我们的房车缓缓启动，汇入了逃亡的车流。这时，手中的对讲机传来了滋滋的电流声，然后是张明远沉稳的声音：大家用对讲机保持联系，按预定顺序前进。我刚想回应，就听到后方传来了密集的车声，还有枪声，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透过后视镜，看到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正疯狂地追上来，不断朝车队末尾的车辆开枪。不能让他们冲散车队，我让系统把我的车开到最末尾，用自己的车身为前面的同伴筑起一道屏障。脑海中迅速连接系统商城，找到了那架价值不菲的守护者无人机关枪，没有犹豫，几乎掏空我积分将它买下。无人机从车顶迅速升起，锁定后方追兵，火舌喷吐，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追在最前面的那辆车轮胎瞬间被打爆，歪斜着撞向了路边。后面的车子显然没料到我们有这样的重火力，一时有些猛，速度慢了下来。他们试图反击，子弹打在我的房车上，却被系统强化过的车身轻易弹开。他们可能发现我这辆车像个铁乌龟，根本打不坏，反而被无人机精准点射，损失了好几辆车或人。追击的势头戛然而止，他们放弃了，掉头消失在尘土中。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暖暖似乎被刚才的颠簸和声响吓到了，小声啜泣起来。我赶紧轻声安抚她，可当我抬起头，才发现前面空空荡荡，大部队
不见了，我掉队了。我赶紧抓起对讲机，一遍遍呼叫明月、陈野，听到请回答。只有电流的沙沙声回应我，联系断了。系统能搜索到他们的位置吗？权限不足，本系统仅可搜索安全位置与能量体，升级后解锁幸存者搜索权限。冰冷的提示音让我彻底陷入了绝望。升级谈何容易？我又一次带着暖暖成了这片末世荒野里的孤狼，最后一点力气也被抽走了。我让系统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周围是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风吹过荒草的声音。习惯了营地里隐隐的人声和烟火气，此刻的安静像沉重的巨石压在我胸口，让我喘不过气。妈妈，暖暖稚嫩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明月姨、小阮要走他们。我看着他清澈纯真的眼睛，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也想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否安全。我只能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就那样坐着发呆，大脑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前几天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带着暖暖回到了和营地走散的那条路。等了很久，对讲机里除了刺耳的杂音，什么也没有。他们到底在哪里？是生是死？我不敢深想。后来我偷偷摸回了原来的营地，远远的就看到了冲天的黑烟和那些异能掠夺者狰狞的身影。他们在洗劫，在放火，把我们曾经短暂的庇护所烧成了一片废墟。怒火在我心里燃烧，几乎要吞噬理智。我强忍着，偷偷跟撵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巢穴。那天半夜，我摸了过去，一把火点了他们的营地，看着火光映红半边天，心里却没有多少快意，只恨系统积分不够，换不到足够的弹药，不能把他们彻底消灭，永绝后患。不能把他们彻底消灭，永绝后患。最后，我只能带着不甘，开着房车远远离开。这些天，我开着车漫无目的的游荡。系统地图上每次提示附近有生命信号或异能信号，我都会心怀忐忑的靠近，希望是明月他们，可每一次都只是失望。今天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求生者车队，规模不小，但多是轿车和 SUV。像我们这样的房车只有零星一两辆，刚停下没多久，就有个男人过来搭话，语气带着点好心的劝诫。我劝你们开房车的换辆车，房车虽然住着舒服，但路上可不一定能找到加油站。我只是淡淡回了句我会考虑的，便关上了车窗。他识趣的走开，然后拿起大喇叭宣布车队即将出发，目标是洛川市。他说了些注意事项，核心意思就是没有领队，抱团取暖，能力范围内互相帮助，但谁自己作死，没人会舍命相救。这时，一个怀孕的女人站了出来，问食物怎么分配。那男人回得干脆，谁先找到算谁的。女人又问要是有人抢呢？男人冷冷道，赶出去。他还特别强调，不允许有害群之马，尤其是一些仗着异能为非作歹的人。本以为到此为止，没想到那女人话锋一转，说自己怀孕了，大家应该照顾她，找到物资要分她一份。男人没搭理他，他竟径直走到我的车窗外，指着我说，你开的房车，我待会就坐你车里，反正都是女人，而且我大着肚子，你应该照顾我。我直接拒绝，不行，凭什么？我没有任何义务去负担一个素不相识，还如此理所当然的孕妇。他立刻变了脸，指着我骂骂咧咧，想用道德绑架我。还没等我开口对回去，那个组织车队的男人先开口了，语气不容置疑。自扫门前雪，有人愿意帮，我们不管，没人愿意，也不能强求。那女人见没人支持她，悻悻地回到了自家轿车里，车上还有个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只有厌恶和警惕。这种人把别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种环境下，只会是累赘和麻烦。车队启动了，我看着前面蜿蜒的车龙，心里盘算着，至少暂时能稍微分散一下独自赶路的孤寂和压力，也算给这绝望的末世旅途找点不一样的风景吧。看了眼系统导航，洛川市已经不远，就先跟着，等到了洛川市再脱队就是了。车停在洛川市那些荒废的商铺外面时，我的心跳得厉害。车队里的人默契地拿着冷兵器、匕首、斧头下去搜索物资，默契地不开枪，怕引来更多东西。只有我抱着暖暖留在房车里没下去。暖暖在我怀里睡得正熟，小脸红扑扑的，对外面的危险一无所知。突然那声惨叫撕裂了短暂的平静，我透过车窗
看到一个男人被一只异常高大的丧尸扑倒，他手里的斧头明明砍中了，却没能阻止，下一秒队伍里的异能者出手令地解决了丧尸，但所有人都像约好了一样，对那个在地上痛苦哀嚎。显然已经被感染的男人视而不见，他们慌乱地冲回自己的车，甚至有人顺手抄走了他散落在地上的物资。不要丢下我，求求你们！他的喊声绝望而凄厉，但回应他的只有一辆辆绝尘而去的车尾灯。包括我，我咬着牙发动引擎，跟在了车队最后面。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那个逐渐缩小了挣扎的身影，手心全是冷汗，握着方向盘的指节泛白。暖暖似乎被紧张的气氛惊扰，不安地动了动。车队似乎漫无目的地开了一阵，没多久好像到了一个村庄外围。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前方有大量幸存者生命迹象，安全等级高。车队停了下来，我看不太清最前面发生了什么，只看到几个人在和头车的车主交谈。过了一会儿，有的车掉头离开了，有的则留了下来。之前拿着喇叭的男人和另一个看起来是护卫的男人沿着车队走过来，最终停在了我的车窗外。喇叭男敲了敲玻璃，我降下一点车窗。这里是个营地，要进去交食物，不愿意交的就不能进，自己离开。他的话简单直接，没有任何温度。我瞥见前面那辆车上那个孕妇也没有动，她的车也没有立刻离开，心里一阵抵触。我不想和这样的人在一个营地。我升起车窗，直接倒车，调转了方向，在那些人略显诧异的目光中驶离了车队。妈妈，我们不进去吗？暖暖仰着小脸问我，大眼睛里满是困惑。我看着他天真无邪的脸，心里的郁结稍稍化开一些。不进去，宝贝，我们去找更好的地方。他似懂非懂，但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小脑袋。我递给他一小包独立包装的饼干，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吃起来。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找了个相对隐蔽、周围视野开阔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给暖暖煮了西红柿鸡蛋面，番茄在锅里熬出浓稠的汁水，打入金黄的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葱花。面条煮得软软的，适合暖暖的小肠胃。今天一直跟着车队赶路，都没怎么吃东西，给暖暖饿坏了。她急不可耐地张开小嘴，像只等待投喂的雏鸟。我吹凉一勺，她嗷呜一口吞下。洗刷完碗筷，暖暖在乖乖地玩玩具，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思绪不由自主地飘远了。明月他们现在在哪呢？下午的阳光透过房车的窗户，洒下一片暖融融的光斑。暖暖盘腿坐在小小的客厅地毯上，电视里放着儿童歌舞节目，一个穿着蓬蓬裙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尖旋转。忽然，暖暖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学着屏幕里的样子，笨拙地举起肉乎乎的小胳膊，扭动着圆滚滚的小身子。她表情认真极了，脚步却踉踉跄跄，像只喝醉了的小企鹅。我看着她那副可爱的模样，忍不住笑出声，可笑意刚达眼底，心里又漫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涩。这末日般的世界里，他这点不谙世事的快乐，纯粹的让人心疼。就在这时，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检测到能量体刷新，坐标梁安市，危险程度中。梁安市，那不是我们逃离的那座城市吗？指令下达，系统启动房车，前往目标点。引擎低沉的轰鸣起来，车子开始移动，路上的颠簸似乎成了暖暖舞蹈的新节奏。他不但没停，反而跳得更起劲了，仿佛在挑战这崎岖的路况。一个稍大的晃动，他啪叽一下坐倒在地毯上，茫然地眨巴眨巴眼。我心头一紧，他却已经自己爬起来，咯咯笑着继续他的巡演。这小家伙精力真是旺盛，可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身影，终究是怕他摔疼了。我俯身把他捞进怀里，暖暖乖，跳累了，休息一下好不好？也许真是跳乏了，他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小脑袋枕着我的胳膊。没几分钟，呼吸就变得均匀绵长，竟然睡着了。我低头看着他熟睡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心里软成一滩水。可转念一想，这个点睡熟，晚上怕是要变成小夜猫子，有得熬了。轻轻把他放在床上，盖好小被子，世界终于安静下来。我找出那副珍藏的有线耳机，塞进耳朵，音乐流淌出来的瞬间，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一切正常的世界。牵着暖暖软软的小手，在灯火通明、货物琳琅的超市里闲逛。他指着货架上的零食，
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要。”更早一些，他还是个抱在怀里的小婴儿，咿咿呀呀，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的奔驰。那些温暖的画面渐渐褪色，另一幅灰暗的图景浮现出来。暖暖的成长里，父亲的身影始终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钱婆婆刻薄的白眼和永无止境的谩骂，是那段婚姻里无尽的争吵、冷暴力和心如死灰的瞬间。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闷得发痛。我猛地摘下耳机，仿佛这样就能切断与那些痛苦回忆的连接。那段婚姻是我人生履历上最不堪的污点。目光重新落回女儿安详的睡颜上，心绪才渐渐平复。我也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被倦意淹没。再醒来，是被暖暖叽叽喳喳的妈妈吵醒的。车内灯已经自动亮起，窗外漆黑一片，车子还在不知疲倦的自动行驶着。系统停车。晚餐很简单，冬瓜蒸肉饼，清炒菠菜。果然，暖暖一看到绿油油的菠菜，小脸立刻就皱成了包子，嘴巴撅得能挂油瓶。我硬起心肠，不吃菠菜，明天的小饼干就没有了哦。他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又看看菠菜，内心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对零食的渴望战胜了对蔬菜的讨厌。他还是拿起小勺子，一口一口极其艰难地把菠菜消灭了。车开了4、5天，终于到了良安市。身体是疲惫的，但精神却像一根绷紧的弦。怀里的暖暖小脸红扑扑的，这一路颠簸真是苦了他。下车，按照系统提示收取了那个散发着微光的能量体。一阵熟悉的嗡鸣声后，房车再次升级完成。这次的重点是防护服，系统提示它升级了外观。系统说明写着，它能提供全身性的防护，足以抵御大部分物理攻击和低阶丧尸的抓咬。这真是个好消息，以后行动能方便不少，不用再穿着那身显眼的盔甲了。系统设定自动驾驶，寻找附近相对安全的地方休整。房车缓缓启动，沿着破败的公路前行。还没开出多远，系统警报声突然在车内响起。警告，检测到前方3公里处有密集生命信号与异能者信号混杂，同时存在高浓度不明感染源，危险程度高。我立马到驾驶位，透过前挡风玻璃，已经能隐约看到一个小镇的轮廓。系统已经自主将车向信号源方向开去，越来越近，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小镇外围那道浅陋的围墙，此刻密密麻麻的爬满了丧尸，他们嘶吼着，疯狂地撞击，抓挠着墙体，墙体已经摇摇欲坠。围墙里面清晰地传来女人和孩子惊恐的尖叫声。几辆车子正疯狂地从镇子另一个方向冲出来，显然是想要逃离。就在那一闪而过的车辆中，我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车影，是明月他们的车。明月，我几乎脱口而出。我立刻跟上那辆房车。几乎是同时，放在操作台上的对讲机传来了沙沙声，紧接着是明月那带着哭腔和难以置信的呼喊：“向婉姐，是你吗？是你的车吗？”“是我，明月。”我立刻回应，一边在心里紧急命令系统扫描周围丧尸密度低的区域，规划撤离路线。系统很快将导航路线投射到屏幕。“明月，听我说，跟着我的车，左转，上那条旧公路。”我一边紧握方向盘跟上明月的车，一边通过对讲机清晰的指引，甩开了一波又一波被引擎声吸引的零散丧尸。开了不知多久，系统提示已到达相对安全区域。我让明月在路边一片废弃的修理厂空地上停下，车刚停稳，我就跳了下去。明月的车里传来小冉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快步跑过去，拉开车门，只见明月正手忙脚乱地抱着哭得满脸通红的小冉，她自己也是脸色苍白，头发凌乱。快上我的车！我伸手帮她接过一些东西。明月抱着小冉踉跄着上了我的房车。暖暖看到抽泣的小冉，立刻过去，奶声奶气地叫着：“妹妹，不哭！”伸出小手想去摸小冉的脸。安顿好2个孩子，明月看到我，眼泪终于决堤。向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她哽咽着断断续续说出了分开后的情况。原来那天车队在混乱中失散，他们没注意到我的车跟丢了。后来大家找到一个加油站停下补给休息时，才发现我不见了。明月、陈野还有张明远当即决定掉头回来找我们，让小梅带着大队伍继续前进。可是就在他们往回赶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奇怪的人。那几个人拿着类似探测仪的装置拦下了他们的车。更可怕的是，
他们有一种武器，能发出一种能量波，大幅度削弱异能者的力量。张明远猝不及防被抓，陈野为了救他，也被对方制住。那伙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着他们的房车来的。明月当时在车上保护着小雅，眼看对方逼近，只能咬牙猛踩油门冲了出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伙人没有追上来。他们抓走了张明远和陈野。明月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看着哭泣的明月，还有旁边懵懂玩耍的2个孩子，以及车外那片危机四伏的荒野，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更难了，但我们必须要活下去，并且要想办法救回我们的伙伴。早上，我和明月检查了他的房车，真是万幸，从我空间里拿材料改装的房车，结实的不可思议，一点事都没有。果然，空间出品，必属精品，这句话是真理。我帮他把水和汽油都补满了，心里也踏实了些。补给了之后，明月就带着我，沿着那天陈野他们并被绑架的路走了一遍。我让系统一直扫描生命信号，一开始附近死寂一片，直到我们靠近某个区域，系统的提示音终于响了。附近有生命信号，但危险程度很低。我穿上防护服，拿起对讲机，我叮嘱明月无论如何都不要下车，又回头亲了亲暖暖的小脸蛋，告诉他，暖暖乖，在车里等妈妈。小家伙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我提前下车，守株待兔。没一会儿，那群人果然来了，嘻嘻哈哈的，仿佛已经是胜利者。他们中间有个人拿着一台奇怪的机器，想必就是明月说的能削弱异能者的东西。可惜他们算错了一点，我不是异能者。当他们围着我欢呼时，我直接掏出了枪，枪声响起，一枪一个，干脆利落。他们的攻击打在我的防护服上，不痛不痒。看着他们从嚣张到惊慌，有人想跑，我对着他们的小腿开了几枪，得留活口站路。审问过程比想象中顺利，有个嘴硬的，我当着他同伙的面直接解决了。剩下的那个吓得屁滚尿流，问什么说什么。他们果然有个基地，在一个研究所里。末日前就是一帮沉迷于末日模拟的疯子，还有个富二代老大提供资金，真被他们研究出了那台针对异能者的机器。他们抓走陈野和张明远，就是为了研究异能者。听到他说2人还活着，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问出地址后，我送这个渣子上了路。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上了车，朝着他们的基地出发。到了基地附近，我不敢贸然行动，积分不够，弹药也不足，硬闯是下策。灵机一动，我问系统能不能用这个基地本身兑换积分。经检测，该基地有可兑换积分的仪器，可兑换。我立刻兑换了一瓶隐身药水。按照路线，我找到了实验室，看到陈野和张明远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陈野看起来非常虚弱，我悄悄靠近，在张明远耳边低语，他猛地睁大眼睛，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我快速说明了情况和计划，趁着一个研究员进来抽陈野血的机会，我偷了钥匙，悄悄打开了笼锁，给他俩也滴上了隐身药水。当我们3人都消失后，那个研究员听到动静却看不到人，吓得魂飞魄散，拉响了警报，整个基地瞬间乱成一团。他们拿着机器四处扫描，却什么也找不到。趁着这片混乱，我们扶着陈野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房车。我让明月先带着陈野他们去我以前住的小区等我，安顿好他们。回到自己车上，发现暖暖睡着了。我再次返回那个基地，外面已经乱得像一锅粥。我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对系统下达了指令，收。瞬间，整个基地连同里面的设备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去，原地只剩下那群目瞪口呆，如同被剥光了衣服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研究人员。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阵快意。启动引擎，去和明月他们会合。今天我们救回了同伴，端掉了一个毒瘤，虽然累，但值得。天气阴沉，一如这个世界一贯的脸色。我们把车停在这个相对安全的临时据点。暖暖在房车里玩着毛绒玩具，孩子的世界总是简单一些，只要妈妈在身边，似乎末世也没那么可怕。陈野的伤势好了不少，我带的药很有效，再静养几天应该就能恢复行动力了，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张明远身体底子好，早就没事了，这些天一直是他外出寻找物资，他很坚持，每次回来都会分一部分给我，说是药费，我没有完全拒绝。在这种时候，保持一定的界限和公平，反而能让关系更长久。下午，系统提示附近有能量体刷新，但标注的区域危险程度极高。
我把要去找能量体的事告诉他们时，张明远和明月几乎立刻表示要一起去。我强调了那里的危险性，但他们眼神里的坚定让我把劝说的话咽了回去。明月的房车之前用我系统里兑换的材料加固过，防御力足够，也算是一层保障。于是两辆房车一前一后向着那个死亡区域进发，目的地是一个废弃的大型商场，远远就能感觉到那股不祥的死寂。我穿上那套宝贵的防护服，趁外围的丧尸还没聚集过来，迅速跳下车，反手关紧车门，不想让车里的暖暖看到太多外面的景象。张明远也紧跟着我下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几只丧尸已经嗅到活人气味，嘶吼着扑了过来。就在那一瞬，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张明远使用异能，数道乌光从他手中无声疾射而出，精准地没入丧尸的头颅，他们应声倒地。那速度，那精准度，简直像一把拥有无限子弹的消音手枪，快、准、狠。我心里一阵恍然，上次他和陈也被抓，是因为对方有专门克制异能的装置，不然以他的身手。我们冲进商场，内部的情景让人头皮发麻，黑压压的全是丧尸，如同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我有防护服护体，主要担心他，让他先走，他却只是摇头，眼神死死盯着前方，看他游刃有余的样子，我也稍微放心，专心应对前方的障碍。没过多久，明月也冲了进来，周身电弧闪烁，噼啪作响，强大的电流在他手中汇聚成边，一扫就是一片焦黑的丧尸倒下。电信异能在这种群战中效果真是显著。目标能量体就在前方那个超市的最里面。有意思的是，这超市虽然被丧尸占据，但货架上的食物却意外地保存了不少，各种罐头、包装食品堆积着，像一座沉默的宝藏。张明远和明月也看到了，我让他们先退回房车。他们看到我顺利收取了能量体，也看到丧尸的撕咬对我这身防护服无可奈何，便不再恋战，果断转身清理退路，回去了。我快速扫到了一些高能量的罐头和婴儿食品，也跟着撤离。回到临时驻地，我把那袋罐头分给了他们。看着那些宝贵的食物，我们商量出了一个计划，从明天开始，每天去那个商场清理一波丧尸，逐步推进，最终目标是把里面丰富的物资全部搬空。这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但有了明确的计划和可靠的同伴，心里似乎也踏实了一些。希望一切顺利。暖暖看到我回来，开心地扑到我怀里，看着他，我要更努力地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活下去。今天明月和陈野还有张明远去清理商场的尸群，我留在临时驻地的房车里照顾两个孩子。下午，远处传来熟悉的引擎声，他们回来了，车身上沾满污秽，但每个人的眼神都透着疲惫的满足。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里塞满了从商场里带回来的物资，罐头、瓶装水、日用品，琳琅满目。上次系统升级，开启了一个不小的储物空间。这件事，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告诉他们。不是不信任，只是觉得在这个世道，多留一张底牌，也许关键时刻能多一份保障。看着满车的物资，我偷偷想着，要是能用空间该多好，一次就能搬空，省时省力。张明远找到了一辆还能用的车，他决定去之前约定的汇合城市，把失散的营地其他人都接过来，一起搬运商场里剩下的物资。他们三个经过这几天的努力，已经把商场的丧尸消灭的差不多了。张明远出发后，我们留在商场附近守着。天气炎热，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陈也每天开着找到的货车，把那些东西运到很远的地方焚烧，持续了大半个月。虽然空气里偶尔还会飘来一丝难以形容的味道，但比起之前那令人作呕的浓烈腐臭，已经好太多了。我让系统扫描了周围环境，提示安全，这才放心地抱着暖暖和明月一起进了商场。我们打算去童装店和母婴区，给孩子们找些合身的衣服和用品。空旷的商场，寂静的可怕，暖暖有些害怕，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小脸埋在我肩头。直到走进童装店，看到那些虽然蒙尘但依旧鲜艳漂亮的小裙子，他的眼睛才亮了起来，忘记了恐惧，兴奋地指着这件那件，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心里软成一片。他喜欢的我都给他拿上了，当然趁明月不注意，我把不少觉得特别合适或者可能用得上的悄悄收进了储物空间。我们也给自己挑了些换洗衣服，接着去了超市。暖暖看到货架上残存的零食，开心的直拍手。如果不是空间需要保密，我真想把这些对他而言如同珍宝的东西都搬回去。最后，我们大包小包的把东西搬回房车，还想再跑一趟时，
系统突然提示有生命信号靠近，我赶紧用对讲机让明月别下车，我们先观望。在车上等了很久，终于有车队出现了，看清是张明远的车，我们都松了口气，他成功了，带来了营地的老朋友们。大家会合后，兴奋地涌入商场进行零元购，但我注意到人群里混着一些陌生面孔。张明远解释说，是小梅他们在路上救下的幸存者。就在我目光扫过人群时，心脏猛地一缩，我看到了2个绝不想再见到的身影，我的前夫和他的母亲。我从张明远那里简单打听了一下，只知道前夫一家开着一辆中型面包车，前夫好像也觉醒了某种异能，其他细节没多问。就在我告别张明远，准备转身上车的时候，那个刻薄又熟悉的声音还是刺进了耳朵。哟，没想到你还活着，那个小驼佣兵呢？是那个老太太。没等我反驳，她又贪婪地盯着我的房车。你居然有这么好的车，赶紧把钥匙给我，你没给我家传线子，小新可是给我们家生了带把的，这车就该补偿给我们，这是你欠我家的。我直接被气笑了，这是哪门子的强盗逻辑？况且这末日能活下去就不错了，还想着传宗接代。正要开口，张明远先一步站了出来，语气严肃：阿姨，在曙光营地，成员之间需要团结互助，但没有谁欠谁的说法。这车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如果你们家有意见，可以选择离开队伍。前夫这时也走过来，看到我愣了一下，低声跟张明远说了句抱歉，强行把他妈拉走了。那老太婆临走还恶狠狠地挖了我一眼。回到车上，暖暖立刻凑过来，用小手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不生气。那一刻，所有的不快都被女儿的贴心驱散了。天黑了，商场被彻底搬空，我们转移到了临时据点，这里靠近干净的水源，空气也好很多，大家可以给车辆补充水。因为那一家人的存在，我更加坚定了隐藏自己秘密的决心。张明远似乎已经和营地的老成员们通了气，大家都表示理解，甚至有几个老朋友明显没给那一家子好脸色看。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在营地时的日子，大部队一起行动，浩浩荡荡。不同的是，这次是在野外。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那个总爱作妖的老太婆居然很安静，真是谢天谢地。另一方面，小梅透露了个好消息，前夫哥的异能居然可以给油车补给油，难怪当初这么多车能跟着一起开回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离开上个营地时，大家把养的猪、牛、羊、鸡、鸭全都收进了空间里。这些天一直在商量，是杀了分掉，还是再找个地方安定下来继续养。看着空间里满满当当的物资，大家都倾向于后者，都想找个地方重新建立一个能长久安身的家。我从系统兑换了一份地图，它有提示安全区域的功能。我把地图交给了张明远，告诉他标绿的是相对安全的位置，红色区域则危险度高。至于绿色的地方有没有适合驻扎的，就得靠大家去实地勘察了。张明远很郑重地谢过我，然后便让大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车队再次启程，这一次明月他们说什么都要紧跟着我的房车，这份信任让我心里暖暖的。因为有地图提示，这一路非常的顺利，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失潮，也没有遇到难缠的掠夺者。中途在一个安全点休息，给车子加油加水，做饭用的水，大家基本都是来我这里接，算是默认了我这里水源的纯净吧。营地人实在太多了，我几乎没怎么见过前夫哥一家，甚至都快把他们忘了。直到今天，他过来接水，四目相对，我立刻移开了视线，不想为任何人破坏营地的规矩，索性就当没看见。他也没说什么，默默接完水就走了。心里有点诧异，他怎么突然转性了？而且这一路好像也没见到那个小三的身影。孩子倒是看见老太婆抱下来过，不过我也没多想，现在这些人和事早已激不起我心中的波澜。给暖暖做了她爱吃的饭，小家伙吃得喷香，看他满足的样子，我心里也满是幸福。看来他对他那位生物学上的父亲是真的没有一点感情，这样也好，干干净净。吃完饭继续赶路，偶尔零星的丧尸根本不够营地里那些武力值超群的异能者热身。终于在地图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这么多人居住的地方。虽然里面游荡着一些丧尸，但很快就被清理干净，尸体也被拉到很远的地方焚烧处理了。大家人多力量大，一起动手清洗地上的污渍，打扫房间，很快就有了个雏形。分房间时优先照顾了没有房车的人家，大家都挺理解。接下来的几天，
所有人都忙着脚步沾地，加固围墙，给牲口圈出地盘，开垦菜地，播下种子。看着原本荒废的地方渐渐焕发出生机，心里充满了希望。种子埋进土里，仿佛也在孕育着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唯一的小遗憾是，这里没有现成的小儿童乐园，以后得想办法给孩子们弄个玩耍的地方。今天营地建设总算告一段落，为了庆祝，大家点燃了篝火，举办了晚会。在跳跃的火光中，张明远宣布了他和小梅的喜讯，他们要举办一场末日婚礼，大家都沸腾，充满了期待。只有明月抱着小冉来到我身边，语气有些低落，说张明远这是彻底不要小冉了。我看着明月怀里乖巧的小冉，又看看身边熟睡的暖暖，心里一阵酸楚。我的暖暖，他的爸爸有和没有一样，小冉也是，即将拥有新的家庭。我搂了搂明月的肩膀，轻声安慰他，至少陈也是接受小冉的，我相信你们会把他照顾得很好，很好。我看向张明远，还是那句话，他是个好营长，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今天本该是充满喜悦的一天，我和明月一起在小梅的房车里忙活着，他们打算把这辆温馨的房车当作婚房。我们正兴致勃勃地布置着，挂上漂亮的装饰，想象着他们未来幸福的模样。突然，窗外传来暖暖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心里一紧，赶紧冲出去。看到的一幕让我血往头上涌，那个老太婆竟然把暖暖推倒在地，她手里拿着暖暖最喜欢的那个音乐小鹿，正塞给她怀里抱着的宝贝孙子，嘴里还刻薄地说：什么你的玩具，你弟弟要，这都是你弟弟的。暖暖小小的身子趴在地上，膝盖都擦破了皮，渗着血丝。那一刻，什么理智，什么忍让，全被怒火烧得一干二净。我冲过去一把抱起暖暖，看着她委屈的小脸和受伤的膝盖，心疼的不行。我二话不说，直接从老太婆手里抢回了玩具，当着老太婆的面狠狠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我说想要到垃圾桶里捡去。老太婆愣住了，随即尖声质问我：你干什么？我看着她那张令人厌恶的脸，想起她曾经对暖暖的种种，想起她教唆她儿子做的那些事，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抬起手，毫不犹豫地给了她一耳光，啪的一声，她彻底懵了，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暖暖，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的事了。说完，我抱着暖暖转身回了我们的房车，小心地给暖暖清洗膝盖、上药。小家伙疼得直抽泣，我的心也跟着一抽一抽的。还好，我拿出新玩具，一只会发光的小熊，很快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破涕为笑。孩子就是这么简单，他的世界不该有这些丑陋。刚安抚好暖暖，有人敲响了房车门，下去一看，竟然是我那前夫。他摆出一副愧疚的样子，说想见见暖暖，求我原谅，说什么已经说过他妈了，后悔离婚，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那个小三已经死了，我们可以复合。我听了直犯恶心，他还有脸皮复合？我直接拒绝了，告诉他暖暖不想见他，让他们一家都别再出现。他被我骂得挂不住，终于撕下了伪装，阴阳怪气地说：你不愿意跟我和好是因为营长吧？我看你俩就是有一腿，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见不见？无耻！我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又给了他一巴掌。这时明月闻声过来，了解情况后，他也气得不行，上前啪的也给了渣男一耳光，厉声说道：你因为小三抛妻弃女，现在又来编排我哥和向婉姐，老的欺负暖暖，你又来欺负向婉姐，你们一家才是最贱的吧？别以为你是能源异能，我们就不会把你赶出去。我们曙光营地不收留破坏团结的人。渣男被我们连扇2个耳光，又被明月一顿抢白，脸色铁青，什么也没说，怒气冲冲的走了。明月关心的问暖暖怎么样，我说没事了。他细心，还给暖暖带了些药来。我笑了，告诉他我这里有。他看了看已经玩着新玩具的暖暖，放心的离开了。晚上只能用热水给暖暖简单擦洗身体，小家伙玩了一天，身上全是汗，不擦干净都没法上床睡觉。看着他恬静的睡颜，我心里五味杂陈，只想为他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昨晚真是疏忽了，竟然忘了开启房车的防噪模式，结果今天一早，我和暖暖就被外面一阵鼎沸的嘈杂声硬生生从睡梦中拽了出来。暖暖在我身边不安的扭动，揉着惺忪的睡眼，小嘴一瘪就要哭出来。我赶紧把她搂进怀里，轻声安抚，迅速在控制面板上开启了降噪模式，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她均匀的呼吸声。
看着他重新闭上眼睛，蜷缩成小小的一团，我的心才稍稍放下。我轻手轻脚的下了车，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明白了噪音的来源，原来是明月把昨天的事告诉了赵明远。当晚召开了会议，大家最终一致决定把那对母子赶出营地。那个老太婆一眼看到我，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涕泪横流的求我原谅，说她知道错了。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回了房车。原谅，在她恶狠狠地推倒暖暖，让孩子膝盖磕破流血的那一刻，在我这里就已经没有这个词了。回到车上，简单洗漱了一下，暖暖也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叫妈妈。我给她蒸了她最爱的猪猪包，看着她用小胖手抓着吃的香甜，心里的郁气才散了一些。那对母子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明月特意来告诉我，是小梅出面说了情，让他们保证再也不来找我和暖暖的麻烦，这才网开一面。说到底，还是因为那个渣男有给车补给燃油的异能。现在这世道，加油站都空了，营地这么多车，确实需要他，现实就是这么无奈。中午给暖暖换药，看着纱布下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我的心就跟刀绞一样，他疼得直掉眼泪，小身子一抽一抽的。我一边轻声哄着，一边在心里发誓，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个老太婆别想在营地里过得舒坦。晚上把暖暖哄睡后，看着她恬静的睡颜，我心里的那股火苗又窜了起来，新仇旧恨，是时候算一算了。我正准备悄悄出门去找那老太婆谈谈，没想到明月和陈野来了。陈野肩上还扛着一个大麻袋，明月眨眨眼，笑得像只小狐狸。陈野把麻袋往地上一放，直接问我：向婉姐，还有隐身药水吗？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和知道了麻袋里是什么，心里一暖，赶紧把药水找出来。我们三个连同那个大麻袋都涂上了药水，悄无声息地溜出了营地。我们结结实实地把麻袋里的老太婆暴揍了一顿，每一下都带着对暖暖的心疼和这些日子积压的愤怒。揍完了，把她丢在远离营地的野地里，让她也尝尝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回到营地，我们又把在睡梦中的渣男也狠狠收拾了一顿，算是给他做母行凶的教训。干完这一切，回到房车，看着暖暖依旧睡得香甜，我心里那口憋了许久的恶气总算吐了出来。第二天，营地果然又炸开了锅，渣男顶着一张五彩斑斓的脸，疯了似的找他妈。后来还是那老太婆自己一瘸一拐，鼻青脸肿的跑了回来。就算有证据，又能怎么样呢？下午阳光正好，我和陈野、明月他们在房车旁边支起了烧烤架，烤着肉，喝着冰啤酒，庆祝这迟来的正义。香味飘出去老远，看着渣男母子躲躲闪闪，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心里别提多畅快了。此刻有美食，有朋友，有终于得以舒展的心情，这就够了。先好好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和快乐吧。暖暖的伤彻底好了，这大概是最近唯一能让我稍微松口气的事情。外面的天气彻底疯了，刚入秋，风就像裹了刀子，刮在脸上生疼，和往年是深冬没什么两样。大家都说，这和那该死的末日脱不了干系，世界病了，连季节都乱了套。今天能量体刷新，收取了能量体，系统没有什么大升级，只是增加了一件冬季防护服。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普通的丧尸在低温下动作僵硬，迟缓了很多，像生了锈的机器，这算是不多的好消息之一。但那些变异的家伙依旧敏捷的可怕，丝毫没受寒冷影响。看来这天气只筛选弱者。心里有点沉，能量体刷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像被逐渐拧紧的水龙头。合适的交换基地也一直没找到，积分不敢乱花，子弹是打一颗少一颗。现在这世道就一个字，狗。能不动就不动，能省则省。还好有我们家这个移动堡垒，房车的安全等级早已满级，只要待在车里，听着外面寒风呼啸，心里就是踏实的。这里是只属于我和暖暖的绝对安全的小小世界。回到营地时，天已经擦黑，营地里却热闹得很。我们这儿别的不多，就是电能异能者管够，菜地被加上了厚实的大棚，里面还挂着补光灯，泛着温暖的黄光。牲口棚里也一样，确保那些为营地的人提供肉蛋的宝贝们用不着。这片人为撑起的光明与生机，在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珍贵。晚上给暖暖做冬瓜丸子汤，小家伙大概是天气冷的原因，胃口大开，捧着碗呼噜呼噜吃得特别香，连平时要哄半天才吃的青菜都主动嚼了下去。看他吃的鼻尖冒汗，我心里那点因能量体而生的焦躁也被抚平了不少。正吃着饭，
系统提示：检测到生命信号及异能者靠近，无危险信号。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了汽车引擎由远及近的声音。我正要离营地大门近，从窗外看去，几辆车停在外面，下来几个人，正和守门的兄弟交谈，没几句，就有人快步朝张明远住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张明远亲自出去了，和对方领头的人站在车灯的光晕里聊着，距离太远，听不清内容，但看那架势，不像冲突。最后，张明远点了点头，挥挥手，营地大门缓缓打开，那几辆车跟着开了进来。这画面真有点似曾相识，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当初自己带着暖暖来到这里的样子。只不过，我们当时是凭着我干净的水源换取了入门券，他们能进来，想必也是拿出了让张明远觉得值得交换的条件吧。新来的，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变数，是短暂的过客，还是能增强营地力量的心血。不想了，收拾好碗筷，给暖暖洗了澡。今晚依旧在我们的堡垒里守护这一方安稳。今天的雪停了，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像个童话世界。趁着天气好，我带暖暖在房车旁边的空地上堆了个胖乎乎的大雪人。暖暖用小胡萝卜给雪人当鼻子，开心的手舞足蹈，小脸冻得红扑扑的，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看着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真希望这个世界能一直这么安静美好，但这终究只是个愿望。下午，张明远和明月他们就找来了，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关于上次抓他们的那伙人，他们还有一个基地，就在安亚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安亚市里竟然藏着很多普通幸存者，他们末日前是搞批发超市或者食品厂的，手里有食物，他们用食物跟那些怪人交换了能削弱异能的机器来保护自己，而那些怪人则专门抓捕能源系的异能者，带回基地进行拍卖，当然是把末日前的硬通货当钱用了。昨晚来我们营地的那批人，大部分就是从安亚市逃出来的，看到了我们这边的灯光，才过来碰碰运气。当我听到削弱异能的仪器时，心脏差点漏跳一拍。积分，这不就有了吗？我的隐身药水还有不少。几乎是瞬间，我就下了决心，转头对张明远说，我要去安亚市，他们来找我，也正是看中了我的秘密武器。张明远他们自然也想去，尤其是陈野，他跟那伙人当时天天抽他的血做实验，一听是他们，报仇的火焰早就燃起来了。张明远很快组织了人手，营地里所有末日前练过散打或武术的都叫上了，连那个渣男也被点名。因为去安亚市路途遥远，路上需要汽油补给，他的异能这时候显得很有用。昨天新来的那些幸存者也坚决要跟去，他们的亲人还被关着呢，营地的安危就暂时托付给小梅了。我们一行人很快出发了，一路上我的心情有点难以平复，想着即将到手的积分，充满了干劲。暖暖也很兴奋，他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除了偶尔窜出来的丧尸有些煞风景，银装素裹的雪景确实别有一番韵味。快到目标基地时，车队停了下来，带头的人过来汇报，前面就是基地入口，对方有探测仪器，不敢贸然靠近。我跟张明远他们约定好，一旦基地内部大乱，就是他们进攻的信号。我穿上防护服，滴上隐身药水，悄无声息地摸向基地入口。这次进去没那么顺利，密码们把我难住了，只好耐心潜伏在一旁，等到有人出来时才趁机尾随潜入。基地内部装修的像个豪华酒店，负一层有个宽敞的大堂，里面真是让我开了眼，好多穿着西装人模狗样的人，怀里都抱着那种削弱异能的仪器，台上放着几个被黑布盖住的东西，看来拍卖会正要开始。果然，主持人上台了，一番煽动性的言辞后，宣布今天的拍品：汽油异能者和治愈之手异能。听到治愈之手，台下瞬间就炸了，竞价声此起彼伏，价格高的离谱。我在心里冷笑，就是现在，我立刻让系统行动，将这个基地里所有能兑换积分的仪器瞬间回收。刹那间，整个大堂乱成一团，那些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买家们，发现保命的仪器凭空消失，全都惊慌失措。基地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我趁乱摸到台上，偷到钥匙，一把扯开盖着拍品的黑布。黑布下的景象让我瞬间气血上涌，怒火直冲头顶。那是一个看上去只有7、8岁的小男孩和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他们脖子上戴着奇怪的装置，正惊恐万分地看着空气，也就是隐身的我，再用钥匙试图打开他们的笼子，看着台下那些昔日的人上人此刻像无头苍蝇一样逃窜，我只觉得无比讽刺。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张明远他们按照计划攻进来，失去了仪器的保护，
那些普通幸存者和他们控制的低阶打手根本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制服，甚至一些原本被胁迫的异能者也纷纷刁转枪口，加入了反抗的队伍。那些被拍卖的可怜人，愿意跟我们走的，张明远已经稳妥地把他们带回了营地。看着他们惊魂未定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光亮，我心里也踏实了些。不愿意留下的，我们也没强求，把从那些恶棍窝里缴获的食物分给他们，也算仁至义尽。乱世之中，各自选择吧。至于那些恶棍，陈也处理了，我没问具体细节，就像他说的，他们留着是比丧尸还大的祸害，解决了，心里反而轻松，像是为这片雪地洗去了一块污秽。带着暖暖回到营地，小家伙似乎也感觉到气氛缓和，格外兴奋。明月和陈也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房车吃火锅，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这简直是无法抗拒的温暖。牵着暖暖往他们车走，小家伙开心的撒欢，在我前面噔噔噔的跑，积雪被他踩出一串小脚印。暖暖，慢点跑！我喊着，话音还没落，迎面就撞上一个人。小丫头，哎呦一声，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好在雪后是软和，他自个儿猛猛地爬起来，还觉得好玩似的，咯咯傻乐。我赶紧上前想看看他有没有事。就在这时，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空气。哪里来的小崽子，也不看着点路。暖暖被这突如其来的凶恶吓得一哆嗦，脸上的笑瞬间没了，转身就扑进我怀里，小脑袋埋得深深的。我的火气噌的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想都没想，抬手就朝着声音来源狠狠扇了过去。啪一声脆响，这时我才看清，眼前这个捂着脸一脸激怒的女人，竟然是之前车队里遇到的那个孕妇。看来这次也被医病救回来了，真是救了个白眼狼。我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闭上你的臭嘴，我们能把你救回来，也能把你再送到那样的人手里。她显然认出了我，也被我话里的冷意吓住了，浑身一激灵，脸上又是愤怒又是恐惧，气得直发抖，却一个字也不敢再往外蹦。我懒得再跟她废话，抱着我的暖暖转身离开。这种人不值得浪费一秒时间。火锅很好吃，明月他们准备的很丰盛，暖暖也很快忘了刚才的不愉快，吃的小嘴油汪汪的。席间，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瞥，正好看到那个女人和那个渣男凑在了一起，嘀嘀咕咕，眼神还时不时瞟向我们这边。果然，臭味相投，他们凑在一起，肯定没安好心。吃完饭，和明月、陈也告别时，我故意提高了音量说，一会儿我带暖暖出去一趟。明月他们以为我是去找暖暖喜欢的红色玻璃珠，也没多问。回到自家房车上，给暖暖拿了画本，让她自己画画。我则坐在驾驶位，静静的等。果然，没等多久，就看到渣男那辆中型面包车鬼鬼祟祟的开出了营地，上钩了。我启动了房车，也缓缓驶离了营地。他们就跟我预料的那样，在不远处等着我。我一出来，他们就像闻到腥味的猎狗，立刻跟了上来。我把车开到了之前临时驻扎过的那个湖边，这里空旷安静，适合解决问题。那帮蠢货停了车，下来了。我怕接下来的动静吓到暖暖，提前开启了车内的降噪模式，确保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然后才下了车。看着他们几个丑恶的嘴脸，虽然感觉会浪费几颗宝贵的子弹，但为了永绝后患，换来以后的清静，值得。他们甚至没反应过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划过湖面的寂静，几人应声倒地。我没有立刻离开，怕他们变异害人。我守在旁边，静静的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尸体开始蠕动。我冷静的走上前，对着每个重新站起来的脑袋，又补了一枪。世界彻底安静了，湖边的风带着雪后的清冽吹过，瞬间感觉心里和这天地一样干净，也轻松了不少。回到营地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小家伙今天精力格外旺盛，直到这会儿才安静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洗个澡。洗完澡的小人儿香喷喷的，穿着干净的睡衣，窝在床铺上，又来了精神，拉着我的衣角，奶声奶气的要求：“妈妈，讲故事。”哪里需要讲什么新故事？同一个绘本翻来覆去不过3页，他的小脑袋就一点一点，呼吸变得绵长均匀。今天更是没讲2句，他就已经沉沉睡去，甚至打起了细细软软的小呼噜，像只满足的小猫。看着他恬静的睡颜，一整天的疲惫似乎都消散了不少。趁他睡着，赶紧把今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洗了。水声哗哗，伴着女儿的小呼噜，竟是这混乱末世里最让我心安的背景音。第二天营地并不平静，一早起来就听说有一对夫妻抱着个婴儿，
焦急的四处打听渣男一家的下落。据说昨天那家的老太婆把孩子托给他们带一会儿，结果一去不回，去他们住处找，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值班的人说看见他们昨天下午出去后就没再回来。紧接着又有异能者说他们宿舍一个女的也一晚上没见人影。消息传开，仓库管理员脸色都变了，急匆匆跑去盘点库存，生怕那母子扔下孩子带着那女的取了物资跑路。周围的人都议论纷纷，带着愤怒和担忧。只有我心里清楚，他们哪里是跑了，他们昨天连变成丧尸的机会都没有了。最终清点下来，物资没有丢失，大家都松了口气。那对夫妻也不想抚养这个孩子，推脱着。最后是那位拥有治愈之手异能者站了出来，收养了那个婴儿。看着他把孩子小心翼翼抱在怀里的样子，我不禁感叹，果然是医者仁心。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时代，这样的善意不知道是好是坏。我遇到了之前车队里的那个火星异能者，闲聊了几句，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那个孕妇当时进村后，为了点物资，想勾引村长，她丈夫知道后对她动了手，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听说她好像也是个异能者，但没什么武力值。后来村子被那群怪人攻破，她丈夫被杀了，里面的异能者都被抓了。当时拿着大喇叭指挥的那个人都没能熬下来，我们相对无言，只能感慨几句这世道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常。带着这份沉重的心情，我牵着暖暖准备回房车，还没走到车门口，突然外面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暖暖被吓得猛地一哆嗦，随即尖叫起来，小脸煞白。我赶紧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几乎是跑着冲回了房车，锁好车门。我把暖暖搂在怀里，轻声安抚，告诉她妈妈在，不怕。透过车窗，我看到陈野他们几个身手好的正迅速朝着枪声的方向赶去。犹豫了一下，把玩具给暖暖，叮嘱她乖乖待在车里。我也跟了过去，想看看情况。原来是变异丧尸越来越多了，而且有些丧尸的行为模式很奇怪，他们好像试图翻越营地的防护墙，甚至感觉他们眼中不再全是混沌，似乎觉醒了一丝意识。这太可怕了，幸好被值班的伙伴及时发现，阻止了。张明远立刻加强了戒备，增加了值班人手，而且全是战斗型的异能者，气氛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大家私下里都在讨论，最好做好撤离的准备。可惜现在营地人多车少，是个大问题。小梅和张明远已经带着一队人出去寻找能用的车辆了，希望能开回一些来，多一份希望。明月他们行动很快，已经把治愈之手和汽油异能的小男孩接到了自己的车上。毕竟他们的异能独一无二，是整个营地最重要的保障，必须重点保护。他们车上一下子多了人，想必也会拥挤些。小娜、小冉的孩子，我转身去了他们车上，把粉嘟嘟的小冉接到了我的房车里，这样既能减轻明月他们的负担，小冉的生存环境也能好一些。最重要的是，暖暖能有个伴儿。果然，看到小冉妹妹，暖暖立刻忘记了刚才的惊吓，开心的直拍手。我把小冉放在过道里，她已经会爬了，撒欢似的爬来爬去，活力十足，给沉闷的车厢带来了不少生气。经过刚才丧尸试图翻墙的事件，营地里人心惶惶，除了必须值班的异能者们，其他人包括我都不敢轻易下车或者出门了。带着2个孩子，我更不敢冒任何风险。听着车外隐约传来的巡逻脚步声，心里五味杂陈，希望小梅他们能顺利带回车辆。枪声又响了，比昨天更密集，像爆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敲打在每个人的心脏上。暖暖正在房车的地毯上摆弄她的布娃娃，我几乎是条件反射的立刻开启了车体的降噪模式，将外面那个恐怖的世界暂时隔绝。我不能让这些声音刻进孩子的记忆里。营地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那些蹒跚扭曲的身影隔着围墙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疯狂。围墙在晃动，感觉随时都会塌下来。张明远他们出去搜寻物资已经超时2天了，营地里的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果然下午就乱套了，很多人围住了物资仓库，吵着要分东西，要离开。他们脸上写满了绝望和自私，声音尖锐刺耳。明月站在人群前，他那么瘦小的一个人，却要扛起这么重的担子，我看得出他的无奈和疲惫。最终他妥协了，牲口被宰杀时发出的哀鸣，我现在好像还能听见。仓库的门大开，积攒的物资被一抢而空，然后那些人开着车或者背着包，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雪地里。营地瞬间空了，留下来的都是和张明远他们一起出门的那些人的家人。看着突然变得冷清和破败的营地，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大块。傍晚，就在绝望像夜色一样快要将我们完全吞噬的时候，引擎声传来了。
是张明远他们回来了。看到空荡荡的营地，都沉默了。张明远听完明月低声的叙述，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他们带回来的，以及营地仅剩的那点物资，分给了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没有争吵，没有计较，但每个人都明白，营地散了。最终选择留下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我、明月、陈野、张明远、小梅，还有那个沉默但可靠的治愈之手，带着汽油的小男孩，以及几个没得选的孩子。治愈之手会开车，真是万幸。我们起辆车，趁着夜色还未完全降临，冲出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们无数希望的营地。目标没有目标，只是逃离。我们到了之前驻扎过的湖边，那辆渣男留下的车还在，而且一打火就启动了。这辆车分给了治愈之手和汽油男孩，他们有了自己的移动空间。明月也终于能把小冉接回自己身边，看着他们，我抱紧了怀里的暖暖。打开地图，代表安全的绿色标记几乎已经绝迹，丧尸怎么突然就变多了？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些变异丧尸速度更快，更难以对付，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不敢下车，全靠对讲机沟通，最终选择了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绿点。虽然最近，但路程也远得让人绝望。尽管它看起来遥不可及，不敢耽搁，我们出发了。路过营地时，我的心揪紧了。围墙踏了一半，里面晃动的全是丧尸的身影。我下意识地朝里望了一眼，却看到他们不像是在无意识的游荡，反而像是在狂欢，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有组织的躁动。这个念头让我手脚冰凉。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觉醒意识，那对人类幸存者来说将是彻底的绝望。车子开了很久很久，我有系统自动驾驶，明月他们能换人开车，还算能支撑，但治愈之手是自己开车，车上还有个婴儿，他脸色苍白，精力明显透支了。我们不得不找个偏僻的树林停下来，系统提示暂时安全。我从空间里拿出车辆改装材料，至少要把张明远和小梅他们的房车加固一下。至于治愈之手的车，休息时我们3辆房车把它围在中间，也算是一道简易的防护墙。我们加快速度吃完饭，然后一起动手改装车辆。小梅和张明远也帮忙，进度快了很多。忙完后天色已晚，但我们不敢久留。稍事休息后，车队再次启动，向着地图上那个微弱的绿点，也是我们渺茫的希望，继续前进。前路未知，但至少我们还在彼此身边，还在努力的活着。今天的路程格外漫长，冬日的荒野总透着一股死寂。趁着天色尚早，我们找了处相对背风的地方停下休息，准备做饭。暖暖在看小画书，小小的身影是这冰冷世界里最温暖的光。治愈之手在外面忙碌，食物的香气渐渐飘散，总算有了点家的烟火气。然而系统的警报总是猝不及防。警告，检测到高恶意异能生命体靠近。没多久，一辆改装过的房车如同风兽般从我们旁边呼啸而来，卷起一片雪泥。没等我们缓过神，他又掉头回来，不偏不倚地停在我们前方。车上下来几个手持棍棒、砍刀的男人，眼神里的贪婪和恶意几乎要溢出来。他们嘀嘀咕咕，目光在我们车和治愈之手身上扫视，随即开始大放厥词，要我们交出所有物资和房车。那些针对治愈之手的污言秽语，简直是对耳朵的凌迟。我开启降噪模式，不让暖暖听到，心里涌起一股杀意。陈野打断了他们的叫嚣，冷冷地说了一句：“送车的来了。”那帮人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刺耳的嘲笑。领头的那个男人轻蔑地摆手：“谁送谁车还不一定呢。”他身后几个小弟立刻叫嚣着冲了上来，冲突瞬间爆发。陈野的异能悍然出手，没想到那领头的竟也身负异能，而且是罕见的伤害反弹。陈野被自己的力量死伤，加上对方小弟的围攻，瞬间挂了彩。见我们落入下风，那帮人更加得意，不再急于进攻，反而抱着手臂，用更加不堪入耳的语言嘲讽着我们。张明远趁机将受伤的陈野拉到车后，幸好我们有治愈之手，那柔和的光芒亮起，陈野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我沉默地穿上防护服，拿起了枪，走下车厢的瞬间，那些肮脏的词汇再次扑面而来。我觉得我的耳朵被污染了，必须立刻让这些臭嘴永远闭上。抬起枪口时，那个领头的脸上还带着近乎愚蠢的自信，显然认为在他的异能面前，我的攻击只是徒劳。但他错了，子弹呼啸而出，精准地绕过他，将他身边那些还在叫嚣的小弟逐一射杀。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置信的惊骇。
他甚至没看清我是如何调转枪口，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大腿。他抱着腿惨嚎，先是惊恐的大喊怪物，随即又涕泪横流的开始求饶。我们拿走了他的钥匙，果然如陈爷所说，送车的来了。这辆还算坚固的房车，以后就归治愈之手了。我们把那辆破旧的中型面包车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了出来，一把火点了。刚才的枪声肯定会引来丧尸，让那个领头的在绝望中被丧尸吞噬，比给他一个痛快更符合他的结局。我们开着车扬长而去，身后是他越来越远的绝望哀嚎，最终消散在寒风里。我用对讲机联系明月，告诉他如果下一个地点安全，就继续改装我们的新战利品。明月痛快地答应了，语气里带着一丝收获的兴奋。握着方向盘，我突然觉得在这末世，人多未必力量大，但和有用的人在一起，真的能所向披靡。开了很远，对讲机里传来治愈之手的声音，希望停下来。原来是车里的孩子哭闹得厉害，也确实经历了刚才那番折腾，别说孩子，大人们也都又饿又累，饭也没吃成。我们在系统提示的安全区域停下，终于能安安心心吃顿热乎饭了。暖暖饿坏了，吃得特别香。吃完饭，明月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改装新房车。这下好了，他们的房车除了没有我的系统，安全性能几乎拉满，用的全是系统商城的高级材料，就算没有武力值，只要待在车里就是绝对安全的。当然，他们还是需要定期下车补给油和水，搜寻物资，但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能有一个安全移动的堡垒，已经比绝大多数人幸运太多了。丧尸似乎少了一些，地图上的绿色安全区也零星多了几个点。明月猜测，也许有强大的幸存者队伍在清理他们，这算是不多的好消息里最让人心存希望的一个。可惜，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依旧被密集的红点包围着，危机四伏。而更糟糕的消息来了，系统提示，今后能量体暂时不再刷新了。这意味着，我获取积分的方式变了，需要自己去寻找类似能削弱异能者异能的器材，并且还需要系统认可的仪器来换取。这意味着子弹第一颗当2颗用了。蒋瑶的负担最重，他每天透支精力开车，他的治愈之手似乎也抚不平连日透支精力带来的疲惫。因为他的车上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我们停留休息的时间会多一些。幸好物资目前还算充足，不必为食物和水发愁。休息时，房车外就是一层又一层的丧尸，他们不知疲倦地拍打着车身，嘶吼声不绝于耳。我们都拉紧了隐私帘，隔绝那令人窒息的景象。蒋瑶通过对讲机发出出发指令时，才敢稍稍放松。暖暖还不懂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他的小嘴巴叽里咕噜地唱着不成调的歌，这纯净的声音是这黑暗世界里唯一的光。雪下得越来越大，白茫茫一片，几乎掩盖了世界的污秽与血腥。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停下，决定不再赶路。就在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小梅的声音，她说想和张明远去旁边一个大型超市碰碰运气。看着他们的车消失在雪幕里，我心里有些不安。没想到他们回来时，冲突直接爆发了。小梅径直去敲明月的门，车门一开，她直接把一些东西，像是奶粉，扔进了明月车里，扭头就走。明月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找到张明远，把连日来对压力和对小梅行为的不满，全都冲着他发泄出来。小梅也生气了，和明月激烈的争吵起来。她甚至口不择言，怪明月当初没有管理好营地，才导致营地解散，让我们现在过着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争吵还牵扯到了小冉，我和蒋瑶自然是站在明月这边的。看到我们的态度，小梅直接要求离开队伍，她逼问张明远跟不跟她走。张明远左右为难，最终还是没能劝住小梅，跟着她上了车。引擎轰鸣着，载着他们消失在风雪和夜色里，决绝而冷漠。明月崩溃的哭了，我笨拙的安慰着，他们能走多远呢？他们的车又不是无限能源，我实在想不通，小梅竟然会因为张明远带婴儿奶粉给小冉这种事生这么大的气。张明远本就是孩子的父亲，他关心自己的孩子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就因为小冉是张明远和前妻的孩子，他不想管，就连父亲的责任也要剥夺，因为这种事闹到分道扬镳，我想以后我也不屑与他为伍了。正当我们心情沉重时，系统提示有丧尸靠近，我们只能赶紧上车，躲在车里。通过对讲机，我们继续轻声安慰着明月。还好明月还有陈野，我看着身边的暖暖，心疼地摸了摸她温热的小脸蛋。在这末世，成人的世界充满了猜忌与背叛，唯有孩子还能让我感到一丝纯净和温暖。前路漫漫，风雪更大了，
我们只剩下彼此可以依靠。我们在原地等了张明远好几天，最终还是失望了。看着明月一天比一天沉默的眼神，我心里也堵得难受。那是他亲哥哥啊，竟然真的能如此狠心。暖暖似乎也感受到了压抑的气氛，比平时更黏着我了。不能再等下去了。今天一早，我启动了房车，我们再次出发，朝着地图上下一个绿色的、象征着希望的目标点前进。行驶了没多久，系统就提示附近有能量体刷新。我用对讲机通知了明月他们，调整方向朝着能量点驶去。到达目的地，系统扫描显示周围有生命信号，但危险等级很低。我叮嘱暖暖乖乖在车上，可是暖暖今天说什么都要跟我下车。我让系统认真扫描附近，没有危险，我才小心翼翼地带着暖暖下了车。收取过程很顺利，看着空间里随着能量注入而解锁的新武器图标，一股久违的安全感和力量感涌上心头，心里暗暗爽了一把。这下我们活下去的资本又多了一分。能量体旁边那户人家，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系统提示的生命信号就在里面，是幸存者。我没有节外生枝的打算，收取完毕就转身准备带着暖暖回到我们温暖的一栋小家里。外面的温度越来越低了，喝出的气都凝成了白雾。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蒋瑶下车朝那户人家跑去。到了那户人家的门口，他急匆匆地翻找什么东西，情绪非常激动。我心头一紧，难道他认识这家人？怕他有危险，我立刻跟了上去。他熟练地在大门上方摸索着，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把钥匙。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跟在他身后。就在他准备开门的瞬间，系统的警报在我脑海里尖锐地响起。警告，屋内生命体恶意指数急剧升高，小心！我放下暖暖，猛地一步跨前，将蒋瑶挡在身后。几乎在同一时间，门被猛地拉开，一把斧头带着风声朝我们劈了过来。当的一声闷响，斧头砍在我的防护服上，被稳稳地挡了下来。老公，蒋瑶带着哭腔的喊声在我身后响起。挥斧的男人动作瞬间僵住，斧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难以置声痛哭。我们进了屋，蒋瑶的老公老徐，一个看起来有些憔悴但眼神坚韧的男人，他们两个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们的错过和遭遇。夫妻吵架，蒋瑶负气回娘家。第二天，老徐想高铁，结果末世在途中爆发，高铁站大乱，他拼命逃回了家。他给蒋瑶打电话，他却因为心情不好在外逛街，混乱中没接到，后来连手机也丢了。蒋瑶的娘家人遭遇不幸，强忍悲痛开车想回家找老徐，却中途出事昏迷。醒来后拥有了异能，一路挣扎求生，遇到了我们。他一直以为老徐已经遇难，不敢回来面对，直到今天，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看着他们相拥而泣，诉说着各自的煎熬与思念，我的眼眶也湿了。老徐能活下来，多亏了他末日前喜欢在家种菜，囤积了一些食物，这才撑到了现在。两人收拾了一些有用的物资和老徐精心照料的几盆蔬菜，搬上了他们的房车。队伍里又多了一个成员，虽然物资压力会大一点，但看着蒋瑶脸上焕发出的光彩，看着这对苦命鸳鸯终于团聚，我觉得心里暖暖的，连带着这末世的严寒似乎都被驱散了一些。我们的房车再次启动，载着希望，也载着这来之不易的重逢，继续向着未知的前方驶去。愿前方能有更多的生机。雪下的疯了，白色的幕布把整个世界都罩在里面，分不清天地。明月的车在前面开得艰难，蒋瑶的跟在后面，像两只笨重又倔强的甲虫在泥泞里爬。最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找了个相对平坦的地方，算是今晚的避风港。外面游荡的丧尸不多，这鬼天气，连他们也懒了吧。我没下车，紧紧抱着暖暖在怀里。老徐和陈野带着小凡下去了。陈野先把附近几个晃悠的影子清理干净，老徐和小凡才迅速给他们的车补充油和水。他们动作很快，没几分钟就回各自车上了。对讲机里传来陈野的声音，带着丝丝的电流声。外面真是异常的冷，还是在车里暖和。是啊，这铁皮房子就是我们移动的家，最安稳的堡垒。暖暖还记得上次在明月车里吃的那顿火锅，小嘴巴念叨好几次了。这冰天雪地的，吃顿热乎乎的再好不过。我邀请了明月和蒋瑶两家，但天气实在太冷，他们都想窝在自己车里不动弹。也好，今天就我和暖暖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小小的锅子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红油翻滚，驱散了车窗上凝结的寒意。暖暖吃的小脸红扑扑的，兴奋的手舞足蹈，汤汁不可避免的溅到了他的衣服上。
像一朵朵小小的梅花，看它吃得香，我心里那点因风雪和漠视而生的阴霾也散了不少。吃完饭，和暖暖在车里站着消食，小家伙安静不了一会儿就开始闹腾。孩子的精力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给他洗了个热水澡，自己也匆匆冲洗了一下，刚把头发吹干，一身清爽。警告，检测到大量丧尸朝坐标位置移动。系统的提示音像冰锥一样刺破车厢里的温馨，我立刻抓起对讲机，压低声音，明月，蒋瑶，关掉车灯，快！几乎是话音刚落没多久，那种熟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窣声和低吼就从风雪深处传来，越来越近。透过监控屏幕，我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影子朝我们涌来。这一次，他们似乎不太一样，动作间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目的性。我的心提了起来，这么多丧尸，如果开始拍打车厢，明月和蒋瑶车里的孩子肯定会被吓哭，哭声只会引来更疯狂的攻击，不能再犹豫了。我迅速打开系统商城，目光锁定在那个降噪模式扩容器上，价格确实不便宜，但为了减少麻烦，为了孩子们能安稳度过这一夜，值得。兑换启动，一道无形的屏障以我们车位中心扩展开，将另外2辆车也笼罩在内。外面震天的嘶吼瞬间被隔绝，车厢里恢复了令人心安的寂静。蒋瑶在对讲机里疑惑地问怎么回事，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不想解释太多，目光紧紧盯着监控画面。那些丧尸围了上来，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无谓的抓挠，而是开始试图抬动我们的车。他们好像知道破坏不了，就想把车搬走。这个发现让我后背一凉，他们真的在进化。可惜他们算错了，我们的车可是经过系统特殊改装的，稳如泰山，就算再来1倍的数量，也休想撼动分毫。我把情况简单跟另外2家说明，让大家安心。听到他们松了口气的回应，我也稍稍放下心，危机暂时解除。低头看看怀里已经开始揉眼睛的暖暖，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哼起那首她最熟悉的摇篮曲。外面的世界依旧风雪交加，丧尸环伺，但在这小小的坚固的移动之家里，我和我的暖暖依然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晚安，这个糟糕又未曾放弃希望的世界。昨晚抱着暖暖睡前，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也许睡一觉起来，外面的那些东西就散了呢。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结了霜花的窗户往外看。雪停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但那片白色之上，密密麻麻的身影在晃动，他们还在。心里猛地一沉，多亏了房车的降噪模式，让我们几乎听不到外界的嘶吼，否则那种无休止的声音足以把门逼疯。这个世界真的被他们占领了。不等了，老徐、陈野、蒋瑶、明月，我们默契的决定，冲出去。引擎轰鸣，房车沉重的车身猛地一震，直接压过挡路的丧尸，冲上了道路。从后视镜里能看到，他们被声响吸引，迟缓地跟了上来，张牙舞爪，但他们的速度太慢了，很快就被我们远远甩开，变成雪地里一片模糊的黑点。蒋瑶和老徐2个人换着开车，比之前快了不少，目标明确地朝着系统标注的绿点位置前进。之前觉得遥不可及的距离，眼看着一点点缩短，而且越靠近，周围的丧尸也肉眼可见的变好了，这让我们都稍稍松了口气。找到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我们停下休息。系统提示安全，小凡熟练地给2辆房车补充了燃油，老徐则负责加水。看着这一老一少配合默契的样子，老徐脸上甚至露出类似慈父的笑容。带着暖暖下车透透气，小家伙像出了笼的小鸟，撒欢地在雪地里跑，银铃般的笑声驱散了不少阴霾。他和小凡一起堆雪人，小脸红扑扑的，我一直紧紧盯着他，确保他就在视线范围内。正当孩子们玩得开心时，系统再次提示，检测到异能生命信号与普通生命信号靠近，当前危险等级低，危险等级低。我便没急着带暖暖上车。过了一会儿，一支车队在离我们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贸然靠近。1辆房车，1辆大巴，还有3辆越野车，人数比我们想象的多。大巴车上男女老少都有，大概20多人，而那辆房车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小梅和张明远的。果然，他们从车里下来，张明远朝我们走了过来。明月看到他哥哥，立刻冲过去抱住了他。小梅没过来，远远站着，看来他是打定主意不跟我们同路了。张明远解释说，他们之前车没油了，遇到了这个车队，队长叫胡文浩，给了他们汽油，邀请他们加入了车队。大巴上都是普通幸存者，有异能者保护，
大家一起找物资，但普通幸存者找到的物资要上交一半给异能者。他和小梅都是武力值异能者，在队里很受重视。这时，那个队长胡文浩走了过来，他说前面有个村子被丧尸占了，但里面有个超市，可能还有物资，问我们要不要一起。但他接着话锋一转，指着我和老徐，还有几个没有异能的孩子说，如果我们加入，得到大巴车上去，因为队伍里只有异能者才能拥有自己的车。我当时就被气笑了，我们还没同意加入呢，这就开始打我们房车的主意了。陈野立刻看向张明远，语气冷峻地问，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张明远沉默了，没说话。明月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哥哥，然后斩钉截铁地替我们拒绝了胡文浩。胡文浩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转身走了。张明远似乎还想对明月说什么，但明月已经扭头上车，关上了车门。那边小梅在喊他，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个车队里。看着那支混杂的车队，心里五味杂陈。末世之中，人心难测，道不同，不相为谋。休息够了，我们还得继续上路，朝着希望的方向。今天的雪特别大，白茫茫一片，几乎把房车的窗户都糊住了。暖暖还在睡觉，小脸埋在绒毛毯子里，长长的睫毛随着呼吸轻轻颤动。我煮了点粥，热气在车窗上凝成水珠，划出一道道轨迹。张明远一大早就不辞而别了，我们以为他们去了田王浩说的村子找物资。明月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抱着小冉坐在窗边，眼睛一直望着车队离开的方向。小冉还很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咿咿呀呀地抓着明月的手指。我们没走，陈也说在房车里等一天，万一张明远，我们知道其实是明月不放心张明远。下午天阴沉的可怕，远处传来引擎嘶哑的咆哮。只见张明远那辆房车歪歪斜斜冲了回来，车刚停稳，他就踉跄着摔出来。小梅则完全昏迷在副驾，两人身上都是触目惊心的伤与血。我们全都冲了过去，佳瑶反应最快，掌心泛起柔和的绿光，覆盖住张明远的伤口，那些翻卷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张明远煞白的脸也有了一丝血色，他又急切地指向小梅，绿光流转，好一会儿，小梅才虚弱地睁开眼。他们一能说话，就催我们快逃。胡文浩他们不是好人，那村子是陷阱。张明远声音嘶哑，带着劫后余生的战栗。原来那里聚集着一群无法接受亲人丧尸化的人，他们囚禁着那些活着的亲人，用骗来的幸存者喂养他们，妄图维系一个可怕的幻梦。后来他们更利用食物网罗异能者，专门搜寻猎物。他们盯上张明远，就是因为看中了他们那辆特别的房车，本想先解救张明远二人，再来围捕我们，却没料到张明远的攻击异能爆发力极强，加上车体异常坚固，才拼死冲了出来。正听得脊背发凉，我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冰冷的提示：警告，高能量反应接近，危险等级高，请宿主尽快回到车里。我浑身一紧，立刻让所有人上车，锁好门窗。没有多余废话，明月到自己车上拿了食物，快速塞给张明远。我从空间取出系统给的促进恢复的药剂递过去，然后大家迅速退回各自的钢铁堡垒。张明远和小梅的车紧挨着我们，能看出他们虽虚弱，但眼神已恢复了些许锐利。回到我们温暖的小家，暖暖乖巧地抱着我的腿，我迅速启动所有防护，特别开启了全域静音模式。瞬间，外面呼啸的风声、隐约的雷鸣，乃至一切可能的人语杂音都被彻底屏蔽，世界只剩下房车内明亮的灯光、恒温的空气和暖暖浅浅的呼吸。妈妈，车。暖暖指着窗外，透过特制的单向车窗，我看到远处有几辆车朝我们开过来。我拉上隐私帘，坐到地毯上，把暖暖搂进怀里。不管外面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人心鬼域，至少这一刻，这里是绝对安全的。张明远他们需要休息恢复，而我们需要保持镇定与体力。胡明浩那伙人仗着异能，对我们4辆小小的房车虎视眈眈。我看着他们在车外施展各种花哨的能力，火球、土墙、锋刃，乒乒乓乓地打在车身上。暖暖趴在我腿边，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窗外那些闪烁的光影，还不时哇一声。我紧紧搂着他，心里却很平静。这辆房车是任何异能都攻不破的堡垒。果然，他们折腾了半天，最终还是带着满脸的不甘和愤恨离开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废墟尽头，我心里那簇冰冷的火苗却噌地燃了起来。就这么放过他们？不可能，他们手上肯定有物资，在这食物比黄金还珍贵的世道，那意味着活下去的希望。
更何况他们的骚扰和威胁该清算了。他们一走，小梅就红着眼眶挨个道歉，想接回小冉。明月抱着小冉，小冉像是知道了什么一样，在明月怀里哭。看着他们彼此依偎的样子，谁还忍心拆散？张明远叹了口气，也没强求，小冉还是留在了明月这边。我们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目标明确，抢胡明浩他们的物资。张明远有些担忧，说对方异能者战斗力不弱，我们硬拼可能吃亏。其实我心里知道，如果利用我的空间，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但那个秘密是我和暖暖最后的底牌，绝不能暴露。我翻出了仅剩的2瓶隐形药水，够2个人用。最后定下的方案像精密齿轮一样咬合。张明远和陈野用药水隐身潜入，做搬运工。我、明月、蒋瑶负责开车制造混乱，吸引火力。小梅熟悉地形，绕后接应。陈野还冷笑着加了一句，给他们留点纪念品。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些被胡明浩他们关着的亲人。行动比预想的还要顺利，我们的房车像一头咆哮的惊血巨兽冲向他们的临时据地，吸引了大部分注意。混乱中，我紧握方向盘，后视镜里人影交错，异能的光焰四处炸开，心里担心着潜入的2人，尤其是张明远，他后来差点被榴弹所伤，幸好陈野拉了一把，有惊无险。陈野的礼物丧尸嘶吼着加入混战，局面彻底失控。我们趁机接上人，甩掉追兵，一路狂奔，直到把那个令人作呕的地方远远抛在身后。停下休整时，大家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神亮得惊人。物资堆在地上，不少。我还是老样子，只挑了一小部分暖暖会喜欢的小零食。当我把那包五彩缤纷的果冻条拿出来时，一直安静待在车上的暖暖眼睛瞬间像落满了星星。她张开小手，开心地叫着妈妈，整个人扑进我怀里，小脸在我颈窝蹭啊蹭。那依赖和喜悦的温度瞬间驱散了所有血腥和阴谋带来的寒意。抱着她软软的小身子，看着车窗外荒凉却暂时安全的世界，我轻轻舒了口气。末日求生，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但为了怀里的这份温暖，再黑暗的路我也得稳稳地走下去。今天我们又赢了一次。暖暖今天睡得特别沉，梦里还在咂嘴，大概在吃她的战利品吧。晚安，我的小勇士，妈妈会一直守护你。系统提示这片区域暂时安全，物资也还算充足。经历了上次那场近乎疯狂的扫荡后，大家紧绷的神经总算能稍微松弛一些。谁都厌倦了无止境的逃亡，能有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安营扎寨，哪怕只是暂时的，都让人觉得无比奢侈。给暖暖煮了西红柿鸡蛋面，暖暖吃得很香，小脸上蹭的都是汤汁。我一边擦一边忍不住笑，这小家伙是在这颠簸流离的日子里最明亮的一盏灯。宿主检测到微弱生命信号靠近，方向东南，普通幸存者，状态极度虚弱。我抱着暖暖下了车，只见小梅和张明远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正快步朝房车走来。被架着的人几乎是被拖着走，脚步完全虚浮。两人把那人扶到自己的房车里，是个老人，头发花白凌乱，脸上沾满污垢，身上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但出奇的是，他怀里死死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防水资料袋，勒得指关节都发了白。在外面设陷阱时发现的，倒在废墟后面，差点踩到。检查过了，没武器，不像有异能，也不是丧尸咬的，就是虚脱了，还有点擦伤。张明远抹了把汗，蒋瑶已经过来了。他仔细检查了老人的全身，尤其是四肢脖颈，确认没有任何咬伤或可疑伤口后，才使用异能给他治疗。过了一会儿，老人眼睑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那眼神起初是涣散而惊恐的，目光触及我们围着他的人，尤其是看到他怀里的资料袋时，他猛地一个机灵，手臂收得更紧，几乎要把那袋子嵌进身体里。别怕，老爷子，是我们救了你，这里暂时安全。老徐蹲下身，声音很温和。老人浑浊的眼睛在我们脸上一一掠过，警惕慢慢化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疲惫后的恍惚。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气音，尝试了好几次，才发出嘶哑微弱的声音。谢谢，我叫孔振华。他喘了口气，目光又落到怀中的资料袋上，像看着比命还重要的东西。我是1号研究所的研究员，这里面是疫苗研究的重要进展。我们几个人瞬间交换了眼神。疫苗，
孔博士断断续续地讲述起来。原来国家层面的研究从未停止，他们一直在努力。他所在的1号研究所有了关键突破，必须将核心资料送到更安全、设备更完善的2号研究所进行下一步。上面派了几名异能者护送他穿越这片危险区域，没想到他们遭遇了袭击。不是丧尸，是一群怪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小丑打扮，动作很快，有特殊仪器，专门抓异能者，护送我的几个小伙子被他们抓走了，因为我没有异能波动，他们把我扔下了。我们心里都是一沉，小丑打扮，又是他们，这群掠夺异能者，行踪诡秘的畜生。原来孔博士那个时候差点死在那群人手里。后来又有意识的丧尸追我，我躲，藏资料不能丢。孔博士的声音抖得厉害，他低下头，看着怀里哪怕昏迷也未曾松手的袋子，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异能的老人，抱着视为希望的资料，在遍布丧尸和未知危险的废墟里逃亡，是何等的绝望与艰辛。他能活着遇到我们，简直是奇迹。老徐翻出自己的干净衣物，张明远帮忙，两人轻手轻脚地帮孔博士擦洗了身上厚厚的污垢，换上了虽然不合身但清爽柔软的衣物。我这边赶紧熬上了粥，米粒都快煮化了，只放了极少的盐。看他那样子，肠胃肯定脆弱得很，只能吃最清淡的流食。粥煮好，温度刚好，孔博士被扶着坐起来，颤抖着手接过碗。热粥的蒸汽氤晕了他的镜片，他的眼睛居然还在，虽然镜腿用胶布缠着，他小口小口地喝着，动作很慢，但看得出在极力克制着吞咽的欲望。然而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一旦真正松弛，排山倒海的疲惫便再也抵挡不住。一碗粥还没喝完，他的头就开始一点一点，最终握着勺子的手松了，身体微微歪向一旁，呼吸变得绵长而均匀。他竟然就这么坐着睡着了。老徐轻轻接过他手里快要滑落的碗，瑶瑶帮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让他能靠得更舒服些。张明远拿了条薄毯，轻轻盖在他身上。这一夜，由张明远守着他，也守着这份沉重却带着一丝微光的希望。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隐约听到外面有轻微动静，撩开车窗帘一角，看到孔博士已经醒了，他正外面观察着我们的房车，然后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干净的衣服，脸上露出一种近乎茫然的、不敢置信的神情。我下了车，他转过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瞬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尴尬地挠了挠他那头花白又有些杂乱的头发，讪讪地笑了笑，声音还是有些哑，但比昨晚清晰多了。那个我是不是睡了很久，给你们添麻烦了？昨天的事，我还以为是在做梦。阳光落在他脸上，那眼神里除了疲惫和一丝赧然，似乎终于有了一点属于活着的微光。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一位博士和一份或许能改变一切的资料，前方的路依然未知，但至少此刻我们的队伍多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也多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名为希望的气息。暖暖也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洗漱完吃完早餐去找小凡玩了。陈也提议等会大家吃完早饭就出发，送孔博士去2号研究所。孔博士递给陈也一张手绘的地图，线条清晰，标记明确。我有些意外，原来2号研究所离我们并不远，按照地图估算，1天的车程就能到。把暖暖抱回房车，乖乖坐在安全座椅里。没多久，对讲机里陆续传来陈也、老徐他们准备就绪的声音，引擎发动，我们的房车缓缓启动。窗外的景色依旧荒芜，但阳光很好。暖暖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枯树和残垣，指着窗外，路途似乎也没那么沉闷。一路颠簸，按着地图的指引，穿过废弃的公路，绕过干涸的河谷。天色渐暗时，我们终于抵达了地图上那个被圈出的点。所有人都愣住了，眼前只有一栋在暮色中歪斜欲倒的破烂木屋，墙板剥落，窗户空洞，怎么看都不像什么研究所，倒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散架。难道走错了？我们面面相觑，心头刚浮起疑虑和不安。系统熟悉的提示音在意识中轻轻响起，检测到前方有异能者，警惕性高，但未侦测到恶意意图。这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张明远和孔博士下了车，没多久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那栋看似废弃的木屋竟从中间缓缓分开，向两侧移动，露出了一个隐藏的、向下倾斜的通道入口。一群全副武装、看不清面容的人迅速而有序地出现在入口处，枪口并未抬起对准我们，但那股肃杀和警惕的气息隔空都能感受到。其中一个走过来，砸出几个字，只允许孔博士进入，让我们在外面等候。孔博士和我们道了别，抱着他的资料，跟着那些人走向隐藏在木屋内，门缝里透出惨白的光，随即合拢，木屋恢复原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被交接给了另一个人，他同样全副武装，但指了指旁边一辆轻型装甲车，跟着我。我们开着房车，惴惴不安地跟了大约20分钟，来到这片山谷环绕的平地。这里有10几栋像集装箱又像简易房的白色单元，排列整齐。他指着一块空地，示意我们把车停呢。你们先在这休息吧，这里是一个安全区，每天会有人来颁发物资，不打扰了，再见。大家都累了，用对讲机互道晚安后准备休息。明天希望阳光能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消息。今天早晨6点，外面传来的欢呼声如浪潮般一波波涌来，我迷迷糊糊地从房车的床上坐起，身边的暖暖翻了个身，小嘴吧嗒了几下，继续沉睡着。这时车窗被敲响，是明月。他激动地边说边比划着：向婉姐，成功了，孔博士他们成功了，他们昨晚一夜没睡，终于研制出了疫苗。真的吗？我颤抖着问。千真万确，第一批疫苗已经运抵安全区，今天就开始接种。而且你知道吗？军队已经派人出去寻找其他幸存者了。安全区部分通讯设备也恢复了信号，技术人员正在全力修复网络。安全区中心的广场已经挤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水和笑容。我看到了蒋瑶和老徐，蒋瑶抱着孩子，老徐带着小凡。注射点设在医疗中心外，长长的队伍缓缓移动，没有人抱怨等待。轮到我和暖暖时，护士温柔地为她注射。虽然暖暖在哭，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是希望的针。下午，消息不断传来，军方已经派出大量力量清除残余丧尸，特别是那些有意识的丧尸。更令人震惊的是，救回了很多专业人士，工程师、教师、医生、通信专家。傍晚，暖暖在房车里画画时，我静静感受着体内的变化，病毒被清除了。晚上，安全区组织了篝火晚会，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分享着食物和故事。明月偷偷和我说，他们的异能消失了。我看了看我脑海中的指引系统，它还在。明月和陈也宣布，他们打算开一家汽车改装店。蒋瑶说他决定去学医。老徐在一旁点头，我来带孩子，做你的后盾。小梅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火光映着她的侧脸。我想开着我的房车到处看看，看看这个世界恢复的怎么样。他没有看张明远，张明远也低着头。晚会结束后，明月找到我，说张明远和小梅分开了，不知道原因。张明远打算带着小冉回曾经的那个家，那个已成废墟的家。夜深了，暖暖睡着后，我坐在驾驶座上，翻看着手机相册里末日前的老照片。暖暖刚出生时，第一次带她逛商场，走出的第一步，那些平凡的日子，我想起了自己的专业，教育学硕士，曾经的中学语文教师。因为结婚，因为暖暖的出生，我放弃了事业。离婚后不久，末日就来了。明天，我将去安全区的教育中心申请复职。这个新世界需要教师，需要将文明的火种传递给像暖暖这样的孩子。我知道前路依然漫长，废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城市，创伤不会瞬间愈合。也许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但至少这一次，我不是在末日中求生，而是在新生中建设。